哦，小程哥哥，你好讨厌！以后再捉弄人家，我就把你偷偷看小电影的事告诉我姐。叶晨猛地回神，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迷茫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李蕊和他的奸夫给肢解了吗？我怎么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几年几月几号？23年11月11号呀！叶晨哥哥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11月11号，我果然重生到了末世降临的1周前。李蕊，你这个婊子，还有那个奸夫，你们害死我父母，害死亲王，这一世我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！叶晨双眼猩红，一拳狠狠拍在桌子。叶晨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上辈子我真是瞎了狗眼了，放着这么好的亲吻不要，却被李蕊那个毒妇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没什么，以后你想我怎么捉弄你都行。呸！臭流氓，不理你了。李清婉害羞的转身跑出了房间，叶晨目送他离开。突然，他眉心一阵刺痛。几秒后，剧痛消失，叶晨浑身湿透的瘫在地上，但眼神中却充满了欢喜。这是重生后的福利，无限空间和隐身异能。叶晨挣扎爬起，将手按在饭桌上，心念一动，整张桌子连同碗筷瞬间消失。他闭眼心念再转，随即睁眼，饭桌与碗海为伍。卧槽，这么牛逼，这简直是为末世量身定做的超级冰箱啊！隐身，他的身影凭空消失在房间。无敌，有这2个异能，还有7天时间，我必须做足准备。先从第一件事开始，囤物资。冷冻库外，送货的老李看着叶晨，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。叶老板真是大手笔啊，这么多货还给双倍的价钱，我老李都以为您在开玩笑呢。老李，信誉第一，接下来几天有新货优先给我，老规矩，双倍价，7天后统一结账。好嘞，您放心，我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。7天后就是末日，钱就是废纸，到时候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。收。忙碌了一整天，直到晚上，叶晨才将所有物资收入空间，肚子发出了抗议。5星级酒店门口，叶晨从出租车上下来，正准备走进酒店。姐夫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今晚刚下班吗？吃饭没？陪哥吃点。姐夫，这里会不会太贵了？我们随便找个餐馆吃点吧。你不是还要攒钱和我姐结婚吗？怕什么？今天姐夫请客，带你吃顿好的。街道对面，王丽忽然停下脚步，拿出手机拍照，将照片发给李蕊。小蕊，你看我拍到了什么？叶晨和你妹妹勾搭上了，2人去5星级酒店开房了。叶晨、李清婉，好一对狗男女。正在办公室摸鱼刷短视频的李蕊收到了信息。我说你们俩平时怎么那么亲密？原来早就有一腿了。不过叶晨哪来的钱去5星级酒店？他肯定藏了私房钱。看来我彩礼要得太少了，不行，必须加价，200万彩礼，家里的财产也得归我管。李蕊立刻给王丽回信，你帮我看住他俩，我马上就到。5星级酒店餐厅内，餐桌上摆满了天价菜品，李清婉坐立不安。姐夫，这么多我们吃不完的。没事，吃不完打包当宵夜。姐夫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酒足饭饱后，叶晨惬意地靠在椅子上，王丽和李蕊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大家快来看啊，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，光天化日之下就勾搭在一起。叶晨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竟然拿着我们结婚的钱，带这个小贱人来5星级酒店鬼混。我跟你这么多年，你一次都没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难道我在你心里就一点分量都没有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带谁吃饭需要你管？什么？叶晨，你疯了？我是你未婚妻。未婚妻？就你这种烂货也配？要当也该是清婉来当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跟张博文狼狈为奸了。上次我约你看电影，你说加班，实际上是跟他在酒店滚床单吧？还有次我给你送饭，你说在忙，其实是跟你的奸夫卿卿我我吧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不但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我爸妈是怎么死的。李蕊脸色瞬间惨白，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搞了半天是这个女的出轨在先啊，真恶心。就是还有脸跑来闹事。服务员，把这2个扰乱餐厅秩序的人给我轰出去。5星级酒店外，李蕊和王丽被保安狼狈地推了出来。李蕊，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告诉我，害得我跟你一起丢人。对，找张少，张少一定有办法。 5星级酒店餐厅恢复安静，叶晨却拿起一瓶昂贵的红酒，一杯接一杯的猛灌。李蕊、张博文，我不会让你们轻易死掉的，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叶晨哥哥，你别喝了，这样喝酒对身体不好。算了，我陪你喝。好啊。很快，3瓶红酒见了底，李清婉已经醉醺醺地趴在桌上。说好陪我喝酒，怎么你自己先醉了？看他这个样子是回不去了，干脆就在这里开个房，让他睡在这里吧。5星级酒店套房，叶晨将李清婉放在床上，李清婉一个翻身差点滚下去，叶晨一把将她捞了回来。叶晨哥哥，你不要走。我不走，你安心睡觉。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姐平时那么对你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你为什么要那么顺从她？原来他一直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，上辈子的我真是瞎了眼。叶晨哥哥，我想把自己交给你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李清婉忽然眉头一皱，猛地起身冲向卫生间，一阵呕吐声传来。叶晨苦笑着摇摇头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拿出手机。食物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安全屋。前世李蕊小区那栋带防空洞的别墅是最佳选择。叶晨点开银行 app， 看着仅剩的13万余额，眉头紧锁。别墅要300万，钱还差得远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今天，有人花10万块买了一注彩票，中了5亿，那串号码我记得。叶晨冲进一家彩票店，老板，打一注彩票，就这串号码，买10万块钱的。小伙子，你确定10万块钱全买这一注？这是哪来的新手？钱多烧的吧？年轻人就是冲动，有他哭的时候。
废话少说，出票。好嘞，马上给您打票。叶晨回到5星级酒店套房，打开电视，锁定开奖频道。随着一个个号码球滚出，电视上显示的数字与叶晨手中的彩票分毫不差。2、16、20、22、38，篮球05、13。让我们恭喜这位幸运观众独揽5亿大奖。5亿到手，末日之后，这些不过是废纸。现在他们是我复仇和生存的资本。次日，叶晨兑换了4亿奖金，立刻买下了前市那栋带防空洞的别墅。当地最顶尖的改造公司项目经理王华带着施工队浩浩荡荡的打来。叶老板，这栋别墅您打算怎么改？我们公司在改造这块绝对是顶尖的。把下面的防空洞改成3层地下室，所有材料换成世界上最坚硬的钢材，安装独立通风系统，恒温26度，要求只有一个，固若金汤，能扛住小型导弹。这哪是改造房子，分明是在打造末日堡垒啊！叶老板，我估算了一下，您这些要求总费用大概需要4000多万。我还有一个要求，5天内完工。5天？叶老板，这时间太紧了，很多顶尖材料都需要从总部特批调运，这我出双倍价钱，8000万。王经理，这笔买卖划算吗？划算，太划算了。叶老板您放心，我马上摇人，不分昼夜的干，保证5天内给您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。别墅工地，叶晨看着忙碌起来的工地，转身离开，却在小区路上迎面撞上2道熟悉的身影。李子健、刘小莲、李蕊的父母也是上辈子害死我的凶手。我选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等末日降临，亲眼看着你们被活活冻死。哟，这不是叶晨吗？叶晨，听说你昨天跟我们家蕊蕊闹矛盾了，还带着清婉去了5星级酒店，怎么回事啊？有钱没地方花了，不知道攒钱娶我女儿。李蕊做的那些烂事，你们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个小畜生，反了天了！你就这么跟长辈说话的？叶晨懒得理会，转身就走。彩票店老板突然追了上来。哎，小伙子，是你啊？昨天走太急了，忘了当面恭喜你中了5亿大奖啊！什么5亿？你谁啊？跟他一伙的，来骗我们2个老人家，就他能中5亿？呵，我是彩票店老板，还能有价？今天新闻都出来了，小伙子，下次买彩票也帮我选一注呗。下次一定。彩票店老板离开后，李子健和刘小莲对视一眼，眼中的贪婪藏都藏不住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，中了5亿，怎么不早说啊？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小陈，你要是不介意，大不了我们把清婉也嫁给你，这叫亲上加亲嘛。滚！叶晨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有几个臭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拿出3亿彩礼，这事就算了，不然我们就去告你奸污我们女儿。真是无耻至极，看来不给他们点教训是不行了。爸妈，叶晨哥哥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哇，婉婉啊，你来评评理。我跟你爸就想问问叶晨，他和你姐的事，他二话不说就让我们滚。是啊，都快成一家人了，他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呢。没什么，他们知道我中了5亿，让我拿3亿出来娶李蕊。爸妈，说我姐出轨在先，你们怎么能提这种要求？你个赔钱货懂什么？出轨了又怎么样？那可是5亿，他浪费了你姐大半辈子的青春，要3亿彩礼，怎么了？怪不得上次让你去相亲，你推三阻四的，原来早就跟叶晨勾搭在一起了。爸妈，你们……我告诉你们，彩礼1分没有，再敢来骚扰我们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叶晨拉起李清婉的手，转身就走。小畜生，没良心的白眼狼！等着吧，末日之后有的是时间跟你们算账。一走出小区，李清婉再也忍不住，扑进叶晨怀里，放声大哭。叶晨哥哥，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我工作后2/3的工资都给了他们。小时候姐姐弄坏家具，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打骂我，后来知道不是我，连一句安慰都没有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别哭了，今天别上班了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出租车停在郊外一处山脚下，这里经营着一家北山狩猎场。北山狩猎场？叶晨哥哥，你要带我来打猎吗？这里有靶场，你可以在里面玩会儿，射箭或者气枪，食物和安全屋都在准备中，但还不够，我需要武器。上辈子就是手无寸铁，才会被李蕊和那个奸夫害死。叶晨在狩猎场办公室里坐下，没多久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、梳着大背头的男人走了进来。叶先生吧，王华经理介绍来的，我叫张恒，这里可以提供一些弩箭或气枪，这是清单。我要100把金刚弩和1000支铁箭，100把气枪。如果你能搞到真枪的话，我也要。叶先生，我们是合法产业，虽然你是王华介绍的，但我们之间可没多少情分。门被推开，一群手持棍棒的大汉涌了进来，面色不善地将叶晨围住。看来你们也卖这玩意儿，多少钱？说个数吧。 USP 9毫米手枪，一口价100万，附赠50发子弹，不讲价。这种枪你们有多少支？你也知道，这东西是明令禁止的，我们手头上就这一把。我要了，再加200发子弹。狩猎场办公室外，叶晨和张恒笑着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李清婉拿着饮料，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。叶晨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这位小姐是叶先生的夫人。还不是呢。这位小姐长得真漂亮，简直太像我的一个手熟人了。熟人？李清婉是孤儿，这个张恒说他像一个手下或者熟人，难道和他的身世有关？呵呵，可能是我认错了。叶晨来到正在改造的别墅前，王华戴着安全帽，笑着迎了上来。叶老板，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渠道还不错吧？挺不错的。对了，
再问你个事，你有没有途径查一个人的身份？他是个孤儿。叶老板开什么玩笑？我哪有那种通天的本领啊？别紧张，我有个朋友从小是孤儿，想找亲生父母，事成之后报酬少不了你的。行，我确实有渠道，不过叶老板，这事可跟我无关啊。叶晨转了一笔丰厚的报酬，王华很快发来一个名片，昵称是精准查找，5星级酒店套房内。叶晨为保稳妥，先让对方调查了王华，结果不出所料，对方把王华的老底都扒了出来，连他养的小三住哪都一清二楚，看来是个高手。叶晨立刻付了一大笔钱给对方，帮我调查李清婉的身世，以及北山猎场里是否有和他长相相似的人。因为别墅还在改造，叶晨直接在酒店订了7天的总统套房。他刚洗完澡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精准查找发来的消息。这么快就有结果了？叶晨立刻点开文件，当看到文件开头的2张照片时，他愣住了。这个女人怎么和清婉长得这么像？母亲江冉23年前出车祸身亡，肇事者李子健。好，真是好啊！杀了人家的母亲，再把他的女儿领养回来当牛做马。李子健、刘小莲、李蕊，你们一家子真是连畜生都不如。叶晨的目光扫到文件最后一行关于李虎的信息。李虎曾在红浪漫 KTV 工作，那不是张博文的厂子吗？叶晨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迅速打字回复：干得不错，再帮我查一下北山猎场老板张恒。豪华别墅内，李蕊穿着轻纱睡衣，依偎在张博文身上。张少，叶晨那小子现在知道我们的事了，还知道他爸妈的死因，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？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一个穷光蛋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张少，我可都是为了你着想。那小子最近走了狗屎运，中了5亿彩票，还在我家小区买了栋别墅，正叮叮当当改造呢。要是我们能把那5亿弄到手……什么5亿？妈的，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？4亿现金啊！这笔钱我必须搞到手。张博文立刻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张恒吗？帮我办点事儿。对，一个人叫叶晨。什么？他去你那儿了？几分钟后，张博文挂断电话，脸上露出狂喜的笑容。呵呵，真是老天都在帮我。张少，怎么了？叶晨那窝囊废不仅在你们小区买别墅，还跑到我厂子里买了大量的弓弩和气枪，甚至还花100万买了一把手枪。啊，他有枪了？那他会不会？呵呵，我怎么可能让他拿到真枪？我正好可以拿这件事当证据，告他非法持枪。到时候他那几个亿的奖金，还不是乖乖进我的口袋？2天后，5星级酒店套房内，叶晨手持一把金刚弩，眼神凌厉地做出瞄准射击的动作。张恒是张博文的人，这次交易恐怕是个陷阱。手机震动，是张恒发来的消息：兄弟，你要的枪到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地点就在北山郊区那边的小树林里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到。地下停车场，叶晨走向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，发动引擎，疾驰而去。防弹玻璃、防滑轮胎、顶级供暖系统，这几十辆改装车，末日里足够我驰骋了。北山郊区小树林山脚下，一辆黑色轿车旁，张恒和2个满脸凶相的壮汉正在等待。叶晨的越野车驶近，停下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终于来了。路有点不好走，久等了。哥们儿，跟我来，你要的东西就在后备箱里。张恒对2个壮汉使了个眼色，2人会意，打开后备箱，摸向藏在里面的狼牙棒。走到车前，张恒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阴狠。哥们儿，真不是我不道德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我老大，抄家伙。2个壮汉猛地抽出满是钉子的狼牙棒，转身就要砸向叶晨。人呢？我操，他人呢？一支弩箭从暗处射出，一人捂着喉咙不甘的倒下，又是一箭射穿了另一人的喉咙。叶晨的身影从一旁的树后缓缓走出，手中的弓弩正对着惊恐万状的张恒。张恒好好做生意不好吗？非要找死？你是人是鬼？果然没有枪，就是个圈套。张恒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叶晨朝他伸出手，张恒颤抖着掏出手机递过去，来电显示是张博文。接吧，该怎么说？不用我教你吧。叶晨回到5星级酒店套房，他一挥手，2把 USP 手枪凭空出现在床上。张博文、张恒，枪和子弹我收下了，你们的命，末日之后我再慢慢来取。还有2天末日降临，别墅明天完工，今晚该去千达广场进货了。5星级酒店餐厅，叶晨面前摆满菜品，李清婉小跑过来，坐到他身边。叶晨哥哥，你又叫我过来，我刚跟主管请假，他看我的眼神都快喷火了。那干脆辞职，以后哥哥养你。才不要呢，我要努力工作，自己买房子住。行了，我的别墅明天就弄好了，搬过去跟我一起住。好啊。先吃饭。关于他亲生父母的事，还是等他住进别墅，安定下来再说吧。我们俩都让李家给毁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酒足饭饱后，酒店老板笑容满面的走了过来。叶先生，您订的2000桌酒席，我们一定准时备好。这是我们送您的2瓶红酒，不成敬意。2000桌，叶晨哥哥，你订这么多干嘛呀？万一以后我们俩在一起，没人会做饭怎么办？你……就在这时，一个染着黄毛、流里流气的男人带着几个小混混走了过来。哟，清婉，你在这儿啊？我说你怎么请假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生病了？还是专门来这等我的？黄旭，我跟你说过，别再缠着我。别这么无情嘛，大家同事一场。你看我今天这身帅不帅？要不晚上带你出去兜兜风？如果你追女孩都是这个德行，那你活该单身一辈子。你是什么人？也有资格坐在清婉的旁边？给我滚出去！黄旭，你够了。哟呵，我说你怎么死活都不肯跟我谈对象？原来是找到了一个小白脸啊！黄旭朝着身后招了招手，几个小混混立刻围了上来。你再这样，我就跟你拼了！叶晨拉下李清婉的手，缓缓站起，
小混混们不自觉地停下脚步。站住！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里是公共场所，再这样我们就报警了。3名手持警棍的保安冲了过来，酒店老板也被惊动，一听是叶晨这边出了状况，连忙跑了过来。原来是这么个小事，把他们赶出去就行了。我们什么都没干呢，我爸可是德辉拆迁公司的老总，你们敢赶我，小心他把你酒店拆了。你爸，你去问问他，敢不敢在我面前撒野，麻溜的滚，惹恼了叶老板，我连你爸一块收拾。黄旭被保安架着外走去。再喝点。都怪我妈，非拉着我去相亲，对象就是那个黄旭，我根本没理他，谁知道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缠上了我，还跑到我们公司当同事，烦死了。一个两鬓微白、自带凶悍气势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。黄旭，你这个小犊子跑哪去了？无人回应，黄德辉疑惑地走出了酒店。叶晨扶着有些醉醺醺的李清婉走到电梯厅，正准备上楼，却迎面撞上李蕊和张博文。哟，这是谁？原来是叶晨，你这个窝囊废！蕊蕊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连彩礼钱都凑不够的叶晨啊！今天一见，真的是有够窝囊的。这个蠢货恐怕还不知道张恒是我的人吧？这种把人玩弄在鼓掌之间的快感，真是爽。我是个人，肯定比不过你们，毕竟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够了，你们又是谁？不准扰乱公共秩序！保安呢？快点把这2个人给我轰出去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特么管你是谁，别打扰了叶老板。酒店老板亲自为叶晨按下电梯按钮，几名保安立刻上前驱赶张博文和李蕊。酒店大门外，张博文被轰出来，脸色十分难看。狗东西，钱都到老子手里了，先让你蹦跶几天，之后再收拾你。张博文拽着李蕊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一旁刚被赶出来的黄旭正在对小弟怒吼：“给我查清楚这个叫叶晨的身份，这件事老子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5星级酒店套房内，叶晨站在窗边，看着楼下离开的几人。一群跳梁小丑，末日将至，到时候再跟你们慢慢玩。叶晨转身离开酒店，驱车前往市区，大肆采购食物、寒衣、药品乃至各种职业制服，悉数塞进一空间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：“叶老板，不负众望，我们终于在5天之内将您的别墅按照要求全都改造好了，您现在要过来看看吗？”行。一栋巨大无比、通体洁白的堡垒式别墅映入眼帘。王华领着叶晨进入别墅内部。叶老板，我们采用的都是顶级材料，在保证坚固的同时，没有一点异味和有毒气体。我们用了全球最好的钢材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哪怕有小型导弹轰过来，别墅也能纹丝不动。玻璃也是顶尖的防弹玻璃。另外，我们在您要求的地下室也安装了一条通往外面的秘密安全通道，只有用您的钥匙才能打开。叶老板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尾款您在剩下的7天之内结算就行了。尾款还是先想想自己怎么活下去吧。地下室送走王华，叶晨将成吨的桶装水马放进地下室，一空间里一部手机持续震动起来。他取出查看，发现是张恒的手机，上有10几个来自张博文的未接来电。特么的，张恒你个狗东西现在在哪里？敢把那笔巨款私吞就等死吧你！快点给老子过来，把钱立刻转给我。二货！临近黄昏，别墅的大门被人敲响。叶晨打开门，只见一群大爷大妈正伸长了脖子往里看。李子健和刘小莲心虚地躲在人群最后面。小叶呀，这就是你装修好的别墅吗？让我们进去看看呗。是啊是啊，子健和翠花说他女婿在这儿买了别墅，让我们来参观一下。你们在我家门口围着干什么？这不是你岳父岳母让我们来的吗？我不是他们的女婿，你们各回各家吧。叶晨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么冷的天，快让你叔叔阿姨们先进去再说。是啊，我家婉婉现在还和你好着呢，怎么就不算女婿了？你们也配提亲婉？别忘了他当初为什么会在孤儿院。江冉这个名字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们还不滚的话，我不介意把这件事当着大家的面爆出来。李子健和刘小莲顿时张大了嘴巴，慌乱的转身就走。剩下的大爷大妈们面面相觑。叶晨正要关门，哎呀，小叶呀，我们不知道你和老李他们有过节，怎么说我们也是邻居，不让我们进去坐坐吗？是啊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呢，就进去感受一下，顺便嗑点瓜子，唠会儿嗑。行了，我和你们不熟，都回家歇着吧。哼，谁稀罕了？不就是一个破别墅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些有钱人一个个拽得2、5、8万似的，进去坐会儿怎么了？我听说这别墅之前有安全隐患，才低价卖的，谁买谁是大冤种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尊老爱幼的美德都没有，一群墙头草，改造时嫌丑，说这别墅谁买谁是大冤种。现在完工了，又想进来占便宜，尤其是李子健那2个老东西的朋友，更是一个都别想进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晨将李清婉接到了固若金汤的堡垒别墅。叶晨哥哥，这里也太舒服了吧，外面都快冬天了，里面还跟春天一样。工作辞了？辞了。可我一直白吃白住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清婉，你相信世界末日吗？世界末日那不是电影里才有的吗？前几天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天上下起了血雨，然后整个世界温度降到零下100多度，鹅毛大雪把房子都埋了，人一出去就冻成了冰雕。所以清婉，答应我，明天一天你哪儿都不要去，就老老实实待在别墅里，好吗？午饭过后，叶晨带着李清婉出门逛街。走，哥哥带你买衣服去，今天全场的消费由叶公子买单。尊嘟假嘟，真的。好耶。午夜12点，叶晨独自来到千达广场，他启动隐身异能，直奔顶层。随着他走过，
货架上的商品凭空消失，被他尽数收入一空间。5分钟后，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商场。终于可以下班了。他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，瞬间僵住，身后的货架空空如也。啊，闹鬼了！就算有监控，也只会拍到商品自己消失。在这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，想找到我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叶晨在无人的角落从空间取出一辆越野车，开回小区。他收好车，再次开启隐身，顺着小路向别墅走去。就在即将到家门口时，一阵说话声从右侧传来，让他停下了脚步。旭哥，查到了，叶晨那小子就在这小区买了栋别墅，最北边那栋。没错，我问了几个大爷大妈，一提叶晨他们就一脸晦气。看来这小子在这名声不怎么样。妈的，不早说！我前2天刚在这买了套房，就是想从李清婉那对养父母下手。旭哥，我听说叶晨昨天把李清婉接到他家里去了。什么？该死的！从今天起，你们都跟老子住这儿！我非要整死这个叶晨！去，把这2个捕兽夹放到他家门口，先让他尝尝惹我的后果。叶晨悄无声息地来到一个拿着捕兽夹的混混身后，用力一推。哎呦，你他妈撞我干什么？不是我啊，我好像被人推了一下。放屁！这大半夜的就我们几个，哪来的别人？叶晨故技重施，几个混混不受控制地摔作一团。卧槽！不会真的闹鬼了吧？叶晨将掉落在地的捕兽夹捡起，无声地打开，放在了黄旭面前。2个害怕的小弟下意识向黄旭靠拢，脚下猛地传来咔嚓一声。啊！我的脚！搞什么鬼？捕兽夹怎么开了？快跑！剩下的小弟也顾不上疼痛，慌乱地逃走了。叶晨回到别墅，李清婉已经蜷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为他盖上一层毛毯。第2天，叶晨刷到了千达广场失窃的新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向走出卫生间的李清婉。清婉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叶晨将关于李清婉身世的调查文件摆在了他的面前。叶晨哥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怎么会？我的亲生妈妈竟然是他们！叶晨轻声安慰着，同时也将自己父母身死的真相讲给了他听。我把我身上最后一点积蓄都转给他们了，就当是抚养我这些年来的费用。从现在起，他们不再是我爸妈了。没事，以后有我陪着你。亮白的天空忽然间乌云密布，暗红色的雷电在云层中闪现，无数血红色的雨滴从天际坠落，将屋檐、道路、树木都染成一片血色，最后凝结成一层厚厚的冰霜。末日来了，末日来了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下雪雨了！看来我做的梦应验了。叶晨哥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血雨溅在窗户上，凝结成红色的冰霜。叶晨拿起遥控器一按，滚烫的水流从窗户上方流下，将血污冲刷干净。叶晨打开电视，屏幕上正在播放紧急新闻。紧急播报：这场突如其来的血雨导致气温骤然降低，目前外界气温已达零下30度，并持续下降，请所有市民不要外出，注意安全。太天真了，这只是个开始。叶晨从异空间拿出热气腾腾的全家桶和冰可乐，放在餐桌上。吃饭。叶晨的手机不断震动，一个名为阳光小区业主群的群聊消息刷屏。哎，物业，什么破房子，空调开到最高也只有7度，要冻死人了。家里没菜了，水龙头都冻住了，你们管不管啊？快给我们发点食物，要饿死了。抱歉各位，运送物资的货车翻车了，司机受了伤，明后天才能到。谁家有充足的食物，可以分一些给邻居，增进邻里关系吗？这才第1天，人性就暴露无遗了。叶晨哥哥，是李子健的电话，接吗？接，开免提。哎呀，婉婉啊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那有吃的吗？外面天太冷了，我这老骨头实在出不去，你买点饭给你妈和我送过来吧。对了，千万别让叶晨知道。我们已经没关系了，你为什么不让你的亲生女儿李蕊去送？婉婉啊，蕊蕊她生病了，出不去。看在我们养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帮我们这一次吧。想吃饭可以啊，我这里食物很多，自己过来拿。叶晨挂断电话，随手将手机扔在一边。叶晨哥哥，你真的要给他们食物吗？婉婉，你觉得这么冷的天，他们真的敢过来吗？叶晨哥哥，陪我一起打游戏好不好？好。203号房内，李子健和刘小莲裹着厚被子，蜷缩在床上，房间里只有6、7度，冰冷刺骨。我好饿啊！叶晨那个小畜生不是说有吃的吗？我要去找他。你疯了！我们现在出去，没走几步就得被冻死。那怎么办啊？总不能就这么饿死吧？冰箱里连根菜叶子都没有。有了，叶晨家不是有食物吗？我们就在业主群里说，鼓动所有人一起跟他要。这么多人施压，我就不信他敢不给。这个办法好，看他到时候还怎么横。别墅内，叶晨和李清婉穿着轻薄的睡衣，正靠在沙发上打游戏。你有食物了，按照规矩罚你亲我一口。哎呀！李清婉害羞的努起嘴，正要凑过去，叶晨放在一旁的手机却滴滴响个不停。叶晨哥哥，你手机响了，先看手机吧。叶晨皱眉拿起手机，发现是业主群里有人在疯狂按他，向他索要食物。妈的飞鱼，我举报，咱们小区的叶晨家里有大量的食物，但他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，应该拿出来分给大家共度难关。想用道德绑架来逼我交出食物，真是大错特错。我这里确实还剩下几包泡面，可以卖给你们，一包泡面50块钱，不许讲价，也不能赊账。上辈子我就是因为过于好心才会惨死，这一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203号房内，李子健和刘小莲紧紧盯着手机屏幕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个小畜生，一包泡面卖50块钱，他怎么不去抢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饿着吧？要不
给蕊蕊打个电话。行，你打。刘小莲用李子健的手机拨通了李蕊的电话。爸，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蕊蕊啊，外面突然降到-30多度了，我们家里一点食物都没有，饿得难受啊。爸，我现在在张少家里，他家的东西我不能随便乱碰。再说了，外面下着血雨，到处都结冰了，还出了好几起车祸，我怎么过去啊？哎呀，张少叫我了，我先挂了，你们先忍忍。电话被挂断，李子健和刘小莲面面相觑。对了，你昨天不是还有一个吃剩下的汉堡吗？那个汉堡太难吃了，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了。你这个败家娘们！李子健跑到垃圾桶那，伸出手翻找起来。小区某房间内，黄旭举着棒球棒，气势汹汹地站在几个小弟面前。兄弟们，业主群里那帮怂蛋指望不上了。叶晨那小子有食物，咱们直接上门去抢，正好解解我的心头之恨，顺便把李清婉抢过来。没错，旭哥，必须给这小子一点苦头尝尝。现在谁也不敢出门，咱们正好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行，那我们走。黄旭率先打开房门，扑面而来的寒风让他打了个冷战，但为了维持老大的面子，他还是打着伞，咬牙走了出去。别墅内，叶晨和李清婉正靠在沙发上吃着零食打游戏，一阵巨响从大门处传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在捣乱。李清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黄旭正带着一堆小弟用棍棒堵着大门。这个黄旭怎么阴魂不散？没事，我把他们赶出去就好了。妈的，这什么破门，怎么也打不破？好玩吗？要不要我让你们体验一下冰火两重天是什么滋味？叶晨将双手伸出窗外，举起一根大号水管，大量的水在水管的挤压下喷射而出，冰冷刺骨的水渗透进他们衣服，凝结成一道道冰霜，将他们的衣服、头发都彻底冻住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卧槽，冻死我了！他妈的，冻死我了！快跑啊！叶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弄死你就不姓黄。黄旭说完，狼狈的小弟们丢下武器，连滚带爬的逃走。叶晨关上窗，近100度的热水加上外面的低温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黄旭，慢慢玩。李清婉递上一杯热水。婉婉，你好像忘了点什么。李清婉脸一红，飞快的凑上前，在叶晨脸上亲了一下。叶晨哥哥，这是我的初吻，剩下的等我想好了再给你，好吗？好，上一世只有你坚定的陪在我身边，这一世换我来保护你。至于那些仇人，我会让他们尝到无尽的痛苦。黄旭和几个小弟跑回房间，一个个蜷缩在沙发上，抖得像筛糠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门都打不开，冷死了！快找东西生火！一个小弟点燃了垃圾桶里的废纸，众人立马围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众人感觉恢复了些知觉，开始脱身上已经冻成冰坨的衣服。好疼！旭哥，你看我身上。众人低头一看，只见皮肤上满是烫伤的红印和水泡。妈的，是烫伤加冻伤！快找药！刚搬来，哪有药啊？去浴室用冷水冲。黄旭一脚踏入浴缸，刺骨的寒意瞬间传遍全身。该死的叶晨，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就在这时，浴室门被撞开，几个赤条条的小弟冲了进来。滚！都给老子慢点，别碰到我！缓过劲的黄旭裹着被子，脸色阴沉的坐在床上。那小子的别墅门太硬，硬闯肯定不行，得想个别的办法。对，找我爹，我爹一定有办法。他立刻翻出手机，拨通了黄德辉的电话。喂，小犊子，又干嘛？老老实实待着，等降温过去再说。爹，你儿子快被人整死了，快带人来帮我啊！别墅内，叶晨和李清婉正享用着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。叶晨悠闲地刷着手机，看着业主群里的哀嚎。又在看那个业主群了？是啊，这可是末日里最好的消遣节目了。叶晨看到群里有几个心善的业主，愿意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人，都以为这降温1周就能过去，太天真了。这时候的食物可是千金不换的保命物资，不过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一条私信弹了出来：李子健、叶晨，你那边还有泡面吗？我出100块钱买了。这铁公鸡居然舍得拔毛了，看来是真饿坏了。你想吃泡面啊？可以啊，不过现在涨价了，一包泡面要500块钱，你要是愿意付钱，就自己过来拿。203号房内，李子健和刘小莲裹着所有能找到的被子，在床上瑟瑟发抖。手机提示音响起，李子健看到叶晨的回复，气得浑身哆嗦。500块一包，他怎么不去抢？叶晨，你这个小畜生，玩我是吧？你有种这几天不要出门，不然等蕊蕊回来了，我一定让他带着张少去找你麻烦。别墅内，叶晨点开语音，将李子健的无能狂怒连续播放了好几遍，微微一笑。哎呀，你也知道，外面气温这么低，我又不能出去工作，家里的食物本来就没有多少，总得赚点钱吧。203号房内，李子健看到这条消息，额头青筋暴起。你中了5个亿还缺钱？之前联系其他有物资的邻居，对方都学着叶晨抬高了物价，最后嫌我烦还把我拉黑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忍着怒火，再次打字。好歹你也曾经是我们的准女婿，现在你岳父岳母就快要饿死了，连一包泡面都不给吗？这样吧，看在我们以往对你照顾有加的情分上，50块钱2包泡面我买了。别墅内，叶晨看到消息，脸上笑意更浓。又打起感情牌了。他没有回消息，而是拍了一张面前丰盛的晚餐，发送了过去。照片上，红色的蜡烛摇曳，裹满酱汁的牛排和高脚杯里的红酒显得诱人无比。203号房内，李子健饿得受不了，刚从冰箱缝里找到一根菜叶塞进嘴里，手机就响了。李子健定睛一看，是叶晨发来的照片。他点开照片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口水不自觉地从嘴角流下。该死的，他怎么还有牛排吃？小陈啊，
我知道你对我们一家人有些误解，当初确实是蕊蕊出轨在先，等她回来了，我一定让她上门给你道歉。你现在就给叔叔阿姨一点吃的东西吧，不然真的就要饿死了。李子健紧紧盯着屏幕，等待着叶晨的回复。几个小时后，聊天框内依旧没有任何动静。他妈的，这个小畜生不会是故意来玩我的吧？次日一早，叶晨缓缓睁开眼，扭头看向身旁安稳入睡的李清婉，嘴角浮起一抹微笑。有房有他，这才是生活。叶晨轻手轻脚地替李清婉掖好被子，离开了房间。别墅客厅，叶晨从一空间取出早餐，一边吃一边打开手机。他无视了李子健的10几个未接来电，直接点开新闻。无人机画面中，城市已被厚厚的红色冰层覆盖，气温持续下降，也有多起因路面结冰导致的交通事故，请市民。叶晨关掉新闻，在餐桌上留下一张纸条，转身走向地下室。早饭在桌上，凉了用微波炉热一下。叶晨来到由防空洞改造的地下2层，这里遍布着各种健身器材和一个小型靶场。别墅再坚固，也不如自身强大。叶晨开始锻炼，直到满身大汗，才停下来练习射击。回到客厅，李清婉已经醒来，正在吃着早饭。你起来了？去锻炼了一下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叶晨冲完澡出来，手机刚好弹出一条全体成员的消息。他熟练地点进阳光小区业主群。全体成员，物资已送达，但数量有限，只有蔬菜和泡面，想要的来业委会领取。回复收到。下方是密密麻麻的收到。黄旭那家伙肯定也在等着我出门。叶晨拿出一瓶可乐，悠闲地趴在沙发上，打开手机上的监控软件，很快在别墅右侧的监控死角发现了黄旭正带着几个小弟，手持武器埋伏在那里。果然贼心不死，想趁机找我麻烦。既然知道了你的计划，我就更不可能出去了，慢慢等吧。小区别墅外，黄旭和他的小弟们在寒风中已经等了近半个小时，冻得直哆嗦。旭哥，叶晨那小子会不会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不出来了？放屁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们再等等，我就不信他能一直当缩头乌龟，不愁吃穿。等我爹过2天过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漫天血雨哗啦啦的落下，黄旭和几个小弟躲在伞下，死死盯着叶晨别墅的大门。旭哥，这都1个小时了，叶晨那小子不会真的不出来了吧？妈的，不应该啊！先去业委会把我们的物资领过来。好的，旭哥。小弟麻利的绕到别墅后面，飞快跑了。剩下的小弟冻得瑟瑟发抖。难道叶晨早就知道我们埋伏在这里，所以才不出来？真是排除万难，坚持不懈啊！看来得给他们增加点难度了。正好在地下室练了半天，还没实战过。叶晨从一空间拿出一把气枪，来到2楼窗口，瞄准扣动扳机，砰砰砰几声，他们头顶的雨伞接连出现大洞，血雨顺着洞口浇了他们一头。叶晨，又是你，有种给老子出来！叶晨看着他，只是默默举起气枪，瞄准了黄旭，一颗橡胶子弹直接击中他的大。操！有空常来玩啊！叶晨笑眯眯地关上窗户，回到客厅沙发上，手机响了，是物业发来的消息。点开阳光小区业主群，领到菜了，还有10几包泡面，太好了。是啊，这天气谁敢出门？有吃的就不错了。物业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去晚了一点，怎么一点食物都没给我们留？怎么可能？我都是按人数分的，你可别污蔑人。呵呵，我现在就在你们居委会门口，你过来看看。没过多久，物业突然在群里发了新消息：全体成员，抱歉各位，刚查了监控，物资不是平白无故消失的，是有人多拿了一份，偷偷摸摸就走了。我在群里不想点名，希望那个人自觉一点，主动把多拿的食物送回来。等了许久，小偷并未出现，物业终于忍不住了。一条来这203李子健，非要我点你名是吧？快把你多拿的食物送回来！你凭空污人清白，我拿的是叶晨那份，他是我准女婿，我怎么不能拿？叶晨早就说了，他的那份不要了，你这是偷。李子健，我跟你没任何关系，偷东西就偷东西，别扯上我，真不要脸。1203李子健，老东西，不还我东西是吧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上门找你。群里瞬间一边倒的指责李子健，李子健彻底装死。狗咬狗，可惜了，没法现场看戏。午饭吃点什么呢？看他们抢泡面，我都馋了，就来个海鲜面吧，加点龙虾和鲍鱼。黄旭带着几个小弟，举着破伞，气势汹汹地来到李子健家门口。黄旭举起棒球棒，用力砸门。开门，老东西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旭哥，这老东西装死呢。不出来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出来。黄旭示意小弟从怀里掏出2个烟雾弹，点燃后塞到门缝下，浓烟滚滚，顺着门缝钻进屋内。门内传来剧烈的咳嗽声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，扰民！话没说完，黄旭直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。李子健捂着肚子倒在地上。妈的，敢抢老子的食物，进去把吃的都给老子拿回来！哎呦，这不是小浩吗？我是李清婉的妈妈，刘阿姨呀。之前我还安排你们相过亲呢，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一边去！谁跟你一家人？老东西，把我那份食物藏哪了？快交出来！在橱柜里。一个小弟立刻上前翻找，从橱柜最下层扯出一块破布，露出了里面的食物。旭哥，找到了，这2个老东西还拿破布盖着。等等，再多拿几桶泡面，敢藏老子的东西，必须给他们点教训。暂时动不了叶晨，就先恶心一下这2个老东西，反正他们跟叶晨也有关系。黄旭等人带着大部分食物扬长而去，刘小莲连忙关上门，扶起李子健。我的食物啊，我好不容易才偷拿回来的。这群天杀的混蛋，都怪叶晨那个小畜生，要不是他在群里不认账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没错，都怪他，他要是承认那份食物是他的，黄旭怎么敢找上门来？ 2天后，血雨愈发猛烈，
气温骤降至零下40度。别墅里，叶晨和李清婉正享用着热气腾腾的烤全羊，电视里播放着新闻。专家表示，这场血雨是罕见的天外气象，请广大市民不信谣，不传谣。天真，等气温降到零下100度，才是真正的地狱。叶晨用热水冲进窗上的血污，随即举起望远镜，看到几辆黑色汽车驶入停下，10几名黑衣人列队站定。穿皮大衣的黄德辉下车后，径直走入楼内。小区某房间房门打开，王旭探出头，看到门外的中年男人，脸上瞬间堆满喜悦。老爹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这小犊子搞什么鬼？非让我带人过来，还要带上破门的家伙。爹，你儿子快被人欺负死了！黄旭猛地掀开上衣，露出胸口大片的烫伤红印和淤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那个叫叶晨的小子，他不仅抢我女人，还用开水烫我，看我这伤。行了，老子知道了，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动我黄德辉的儿子，走去会会那个叶晨。别墅内，叶晨手机屏幕忽然亮起一个红色警报，他冲到窗边，举起望远镜，只见黄德辉带着10几名手下正朝别墅而来。哼，还真把他爹叫来了。黄德辉一行人来到别墅大门前，动手。几个手下从大衣里掏出电钻，对准大门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门上连个像样的痕迹都没有。老大，不行啊，这门太硬了，钻头都磨平了。他妈的，这门是什么做的？哪个神经病家里用这种门？别墅内，游戏通关的音乐响起，叶晨惬意地伸了个懒腰。总算通关了，舒服。他拿起手机，点开监控，发现黄德辉那群人还围在门口研究大门，跟苍蝇一样，真烦人。叶晨从一空间取出弓弩，在2楼窗口悄无声息地瞄准了楼下发火的黄德辉，弩箭离弦，精准地刺穿了他的右臂。啊，我的手！老大，有埋伏！众人顺着弩箭射来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叶晨正站在2楼窗口，再次举起了手中的弓弩。先躲开！又一弩箭射中一名手下大腿，众人大惊，急忙架起黄德辉与伤员退向监控死角。叶晨瞥见黄德辉腰间鼓起，立刻关窗。几乎同时，一颗子弹打在玻璃上，留下浅坑。他妈的，这是防弹玻璃！这小子是有多怕死？我们先撤，我就不信他能一辈子当缩头乌龟。走！叶晨看着监控里狼狈离去的众人，冷笑一声，转身回到沙发上。小区房间内，黄旭听到开门声，兴奋地抬起头。爹，怎么样？收拾那小子？他看到黄德辉手臂上的弩箭，话戛然而止。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妈的，叶晨有弓弩，你怎么不说？我哪知道啊，他之前只用热水和气枪打我们。该死，要20打不通。老大，车里有应急医药箱，快去拿，先给阿天治伤。手下拿来医药箱，黄德辉咬住毛巾，点头示意。弩箭被猛地拔出，带出一串血珠，他痛得闷哼，大汗淋漓。手下迅速撒药包扎。不行，必须马上去医院，把阿天抬上车。你个小犊子，给我老实待着，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。几人抬着伤员来到小区楼下，发现3辆车都覆盖着一层诡异的红色冰晶。黄德辉坐进驾驶座，拧动钥匙，车子却毫无反应。操，打不着火！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，汽车的发动机和油箱早已被彻底冻住。叶晨哥哥，你尝尝我刚炸好的薯条。客厅的大灯却啪地熄灭，别墅瞬间陷入昏暗。窗外持续了7天的血雨也停止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停电了，来了！全球停水停电，人类真正的末日开始了。婉婉，你在这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回来。叶晨来到别墅地下室，启动了备用发电机，不到1分钟，客厅大灯重新亮起，所有电器恢复运转。哇，叶晨哥哥，你好厉害！叶晨轻笑一声，打开手机，所有群聊消息都是99加。他点开阳光小区业主群，群里乱成一锅粥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血雨停了就恢复正常吗？怎么还停电了？天越来越冷了，空调也开不了，这是要冻死人啊！不止停电，还停水了。我刚试了，水龙头不出水了。艾特物业，给我们一个解释。艾特全体成员，大家不要慌，刚接到通知，蓝星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寒潮，恢复水电时间不定，请大家不要外出。详细声明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人不喝水2天就得死，外面的冰水谁敢喝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就是不知道前几天那些免费送食物的圣母，现在后不后悔？婉婉，我们中午吃沙县小吃吧，最近大鱼大肉吃腻了，换换口味。好，我还要再加一杯冰可乐。203号房内，李子健和刘小莲裹着被子，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脸上满是慌乱和绝望。没水没电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李蕊打来的。喂，蕊蕊，你那边是不是也停水停电了？这可怎么办啊？爸，张少说了，这场灾害最少还要持续1个月，现在时局混乱，正是个好机会，我们可以趁机把叶晨给解决掉。蕊蕊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放心吧，爸，我和张少马上就过去。房间里，李蕊挂断电话，看向桌上仅剩的3桶泡面。李蕊，这3桶泡面是我们最后的口粮，你别动歪心思。我没有，我就是看看。上面有消息，这不是简单的降温，可能会演变成冰河世纪，以后每一天食物就是命。那件事你跟你爸妈说了吗？说了，他们会配合我们，只要能弄死叶晨，拿到他手里的物资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别墅内，叶晨穿着单薄的睡衣，看着电视新闻。面对严寒天气，请广大市民留在家中，保持冷静，不要轻易出门。安抚，这末日才刚刚开始。他端起热好的咖啡，一边喝着，
一边打开了手机业主群。天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是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吧？我现在躺在被窝里面都冷，手都是冰凉的。邻居们啊，我前2天给你们的食物，现在能还我了不？我快要饿死了。我现在也没有食物啊，家里就剩下几包饼干了，等这场降温过去，我再还你吧。现在知道世态炎凉了，晚了，在这个末日，任何善举都可能要了你的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，屏幕上跳动着李蕊2个字。喂，叶晨，是我。这个世界突然变成这样，我好害怕。我回想我们以前的点点滴滴，我真的好后悔。在张博文身边，他只要有一点不顺心，就对我又打又骂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才是真心爱我的。我打算回家，你能在门口等我一下吗？我想当面给你道歉。道歉？我看是张博文家没吃的了吧？想骗我开门，抢走我的物资，再杀了我，跟上辈子一模一样的套路。蕊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终于肯回头了？真的，我发现我还是爱你的。那好，那你赶快过来，我就在楼下等你。叶晨挂断电话，脸上的喜悦瞬间消失，变得一片冰冷。张博文豪宅内，李蕊挂断电话，得意地靠在张博文怀里。怎么样，还是得看我吧？待会你可得好好奖励人家一下。等事情办成了，拿到他的物资，再解决掉他，我肯定好好犒劳你。两人立刻兴冲冲地来到车库，打了几次火，终于启动了车子，朝着阳光小区驶去。天空中忽然降下鹅毛大雪，李蕊和张博文的车停在小区内。李蕊下了车，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这鬼天气！张博文示意他上前，自己则拿着一根钢管，躲藏在了一个监控死角。叶晨，我到了，你人呢？依旧没人开门，他只好拿出手机，再次给叶晨拨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叶晨，我都到门口了，你人呢？别墅内，叶晨将手机放在一边开了免提，一边清洗着水果，故意撩起水花，制造出洗澡的声音。哦，是蕊蕊啊，我现在正在洗澡呢，毕竟是去见你，总不能邋里邋遢的。这个时候你还洗澡？你家里有热水？没热水啊，我现在在用冷水洗。先不说了，蕊蕊，等我洗完就马上开门找你。叶晨挂掉电话，啃着苹果点开监控，屏幕上李蕊在门口瑟瑟发抖，而别墅右侧，张博文正握着钢管，蓄势待发。演的还挺像，就是不知道你们能撑多久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李蕊感觉自己快被冻成了冰雕，面前的大门却依旧紧闭。她忍不住再次给叶晨打去电话，这次却无人接听。他不会还没洗完吧？张博文从角落里走了出来，两人对视一眼。妈的，我们被耍了！别墅内，叶晨一边招呼李清婉来吃水果，监控上李蕊二人气得脸色铁青。他觉着不够，便直接拨通了李蕊的电话。蕊蕊，我刚刚洗澡不小心摔倒了，好不容易才拿到手机，你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出来。叶晨挂断电话，画面中李蕊面露犹豫，但他身旁的张博文对他点了点头，又躲回了角落。叶晨，你快点好不好？外面真的很冷。知道了。叶晨再次挂断电话，时间流逝，李蕊彻底失去了耐心，脸色一沉，冲到别墅门前，用力砸门。我不是说了等等我吗？叶晨，你真该死！张博文猛冲出来，抡起钢管就砸。叶晨缩头闪避，张博文收拾不及，扑空滑倒。叶晨瞬间敛起笑容，眼神冰冷地掏出气枪，一枪击中张博文。叶晨连续补射，继而枪口一转，橡胶子弹精准命中李蕊额头。张博文狼狈逃窜，李蕊紧随其后。叶晨立于窗前，持续射击，直到他们消失才收枪。就这么死了，太便宜你们了。上辈子我所承受的痛苦，一定要让你们千百倍的还回来。张博文和李蕊躲到小区某处一个安全角落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妈的，我们竟然被这个小子给算计了！我还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谁知道他竟然跟变了个人一样。找他拿冷冻库钥匙是行不通了，不过现在可以确定他就在别墅里，那冷冻库那边肯定没人看守。我后车厢有斧头，我们干脆直接把他的冷冻库大门破坏了，从里面拿食物。可是万一叶晨把食物都带走了呢？不要紧，这里离冷冻库不到1公里，而且我打听过，他除了买水，根本没把食物运出冷冻库的迹象。两人立刻返回车上，朝着冷冻库的方向驶去。二人抵达冷冻库，张博文抡起斧子就砍向门，锁链应声而断。他们推开大门，却见里层仓库门被铁链重重锁死。张博文并未急着破门，而是眯眼从门缝向内观察。我好像看到里面冻着的肉了。真的吗？把你的手机给我，我要给叶晨打个电话，让他感受一下自己的食物消失是什么滋味。行。别墅内，叶晨看着手机屏幕上李蕊的来电，直接接通并打开了视频。叶晨，我现在到你的冷冻库了，你的食物马上就要没了。叶晨，这就是你得罪我们的下场。视频画面晃动，对准了冷冻库的大门。叶晨看着这一幕，脸上涌起止不住的笑。他们竟然真的去了，可惜冷冻库里早就空了。我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，本来还在想怎么引你们上钩，没想到你们自己就送上门了。张博文举着手机，屏幕上是叶晨的视频通话画面，他身后是冷冻库的大门。呵呵，叶晨，你的食物马上就要没了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心疼的快抽过去了？接下来就让你亲眼看着我们把你所有的食物都拿走。张博文将手机递给李蕊，抡起斧子猛砸门上的铁链，斧链碰撞咔出火花，几下之后，铁链便咔嚓断裂。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进去，那里面可是我的全部身家啊！张博文和李蕊闻言更是幸灾乐祸，他推开大门，阴风袭面，可脚刚踏入门内，便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啊，什么东西，疼死我了！李蕊低头一看，
一个捕兽夹死死地夹住了张博文的脚掌，鲜血瞬间染红了鞋面。真不好意思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我为了防小偷，专门放了几个夹子。视频通话被挂断。叶晨，我他妈一定要杀了你！把斧子捡起来，往里面扔。李蕊将斧子扔进库房，随即响起噼里啪啦的夹子声。张博文吓得脸色惨白，他用手电照去，库房竟空无一物，唯有几片红色塑料袋悄然飘落。李蕊捡起袋子，顿时气得头晕目眩。叶晨，我张博文这辈子干不掉你，我下辈子不当人。别墅内，叶晨挂断电话，惬意地打开电视。李清婉端着一盘刚洗好的水果走过来，关掉客厅大灯，依偎在叶晨身边。他们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这种餐前甜点一次就够了。这场雪会比之前的雪雨时间更长，气温会一直降，直到零下50度。零下50度？那外面的人？到了那个地步，水电系统会彻底报废，秩序也会在一瞬间崩塌。为了活下去，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但我们不用担心，婉婉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小区某房间里阴冷昏暗，众人裹着层层被褥，在中央点起一堆火取暖。桌上仅剩几桶泡面和一袋饼干。黄旭和几个小弟躺在床上，满脸通红，不住地发抖。退烧药呢？还有吗？老大，之前给你和旭哥处理伤口，药已经都用完了，食物也快没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拿上家伙，跟我走，留一个人在这看着他们。居民楼道内，砸门声在寂静的楼道里回响。一个业主骂骂咧咧地打开门：“谁呀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”他看到门口拿着武器的黄德辉一行人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找点东西，不想死的就老实待着。手下们冲进屋里，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。老大，找到了，退烧药。吃的拿一半，走，下一家。别墅里，叶晨和李清婉正围着热气腾腾的牛油火锅大快朵。叶晨哥哥，在这种天气吃火锅也太幸福了吧！喜欢就多吃点。吃饱喝足，叶晨躺在地毯上，悠闲地刷着手机。艾特叶，有人拿着武器闯进我家抢东西，你们管不管？他们把我的退烧药抢走了，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无法无天了，这些人根本不是我们小区的。全体成员，小区保安已经辞职，近期无人上岗，请大家务必锁好门窗，注意安全。黄旭发烧了，他爹倒是挺卖力，可惜再怎么折腾也活不了几天。叶晨哥哥，外面是不是越来越乱了？乱的是他们，明天会暂时恢复几个小时的水电，但这只是最后的征兆。婉婉，真正的恐慌才刚刚开始。手机屏幕显示群聊信息：谁家里还有多余的食物啊？我愿意拿钱来购买。哥哥们，小妹现在没有东西吃了，只要你们愿意给我食物，我愿意服务你们一次。我家里就剩下1包泡面了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叶晨轻笑一声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弹出一条好友验证消息：我叫周雨萌，也是小区的住户，请问你现在还有食物吗？我可以花钱向你购买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帮忙，报酬就是食物。周雨萌。别墅内，李清婉端着一盘刚出炉的蛋挞走了过来，将蛋挞递到他面前。叶晨哥哥，你要尝尝我刚做的新鲜出炉的蛋挞吗？咦，叶晨哥哥，这不是周老师的联系方式吗？婉婉，你知道他是谁？是啊，他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，是一所高中的化学老师。知道了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能帮我做什么？除了婉婉，我谁也不会再信。对了，叶晨哥哥，我跟你说，周老师在他的那个高中可出名了。什么性格？他长得挺好看的，但出名的不是他的美貌。我听说，曾经周老师在带着他们同学进行实验的时候，一时起兴，就想着做出一个小型的炸弹，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，并且还差点引爆了整个实验室。引爆实验室？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当年就是在那个高中毕业的，这件事几乎轰动了整个学校，要不是没有酿成灾祸，恐怕学校就已经将他辞退了。我先去把这个盘子洗了。竟然能够制造炸弹，这可是比手枪还要严格的违禁品。如果能把这个女人拉过来，让她替我制作炸弹，我的安全就更有几分保障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是需要试探一下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叶晨低下头，看着那条好友验证消息，按下了接受按钮。李蕊和张博文来到了李子健家里，张博文正打着电话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立刻到阳光小区来，家伙都带上。蕊蕊，你们真的要对付叶晨那个小畜生吗？妈，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食物才能活下去。叶晨有那么大的一个冷冻库，肯定都是把食物转移到了他的别墅里面。他早就知道了天气会变，好歹我曾经也是他的未婚妻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的狠心。没错，这小畜生肯定早就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还有李清婉这个贱人，现在倒是跟叶晨在别墅里面吃香喝辣的。我之前跟他要点东西吃都不肯送，真是一个白眼狼。等我的人到了，就冲进叶晨的别墅，我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别墅内，叶晨接受了周雨萌的好友申请，点开他的朋友圈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只有半年前发的一张自拍照。几秒后，对方发来消息：你好，如果你愿意出售食物，我可以花钱买。我现在手里头确实有一点点食物，但我不缺钱，你可以拿别的东西来交换。别的东西？你的美貌可以值很多食物，这是个试探，末日才刚开始。如果他这么轻易就同意，那这种人就绝不能留。意志不坚定的人，随时可能为了利益背叛。抱歉，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打扰了。还算有点骨气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越是危急，越能看清一个人的本性。再等等看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晨端着一杯热咖啡，站在天窗前，窗外北风呼啸，鹅毛大雪已经没过了2层台阶。这场雪至少还要下一周，
到时候整个1楼都得被埋了。叶晨躺在沙发上，翻看着群聊信息，因暂时恢复水电，群里的恐慌稍稍平息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红色的警报信号，又有人来别墅附近了。他当即打开监控，只见一大波人踩着积雪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别墅走来，为首的正是张博文、李蕊、李子健和刘小莲。这4个人走在一起，还真有种狼狈为奸的既视感。叶晨的脸色逐渐冷了下来，他拿出一把弓弩，装上铁制的弩箭，默默地等待着。别墅外，张博文脚踩在没过脚踝的雪里，艰难前行，扭头看了一眼身后慢如乌龟的李子健和刘小莲，眼中闪过一抹不悦。这2个老家伙自己都快不中用了，还非要上赶着来看热闹。等把叶晨别墅里的食物抢过来，要是东西不多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李子健和刘小莲在李蕊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跟着，一行人来到了叶晨的别墅楼下。我一定要亲眼看到叶晨那小畜生跪地求饶的样子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是直接把门给撞破吗？动作快点儿，直接砸门。几名壮汉举起斧子和锤子，猛地砸向大门。几声闷响后，壮汉们停下了动作，握着武器的手微微颤抖。怎么回事？继续给我破门啊！大哥，不是我们不继续，实在是这门太硬了。张博文上前查看，只见坚固的大门上只有几道浅浅的白痕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用合金做的？老大，能破不开，不过那边的窗户我应该能够破开。那就过去，我今天必须要把叶晨的家给打开。一名壮汉踩着同伴的肩，举铁锤攀向高窗。李蕊等人激动地围拢上前，满脸期待。快点动手！最上方的壮汉深吸一口气，奋力将铁锤砸向窗口。一声闷响，巨大的反震力让壮汉脱手，铁锤掉进了雪地里。什么鬼？怎么连窗户都这么硬？你们终于来了，我等你们实在是太久了。叶晨拿出一根水管，滚烫的热水如水柱般喷涌而出，浇在那几个壮汉身上。叶晨调转水管，对准了下方的张博文一行人，将他们从头浇到尾，身上顿时冒起一连串的白雾。好烫！快跑！李子健和刘小莲也被水淋到腿部，痛呼不已。叶晨随即换上弓弩，对准逃在最后的张博文一箭射出，弩箭瞬间没入他的脚踝。李蕊率先弃重而逃，李子健夫妇惊恐跟上。张博文脚踝中箭，在雪中滑稽爬行。快去把大哥抬走！几人立刻冲上前，七手八脚地架起张博文，仓皇逃离。叶晨站在窗边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脸上笑意更浓，收起弓弩，心情愉悦地哼着歌走向厨房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李蕊、张博文，你们的下场绝不会好。至于那2个老的，腿上的烫伤已足矣，这种感觉痛快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必须整点烧烤庆祝一下。叶晨从一空间拿出切好的肉串和各种调料，准备大餐。这时，刚睡醒的李清婉洗漱完毕走了过来。哇，烧烤，我来帮忙。别墅内欢声笑语，与屋外冰天雪地的景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众人刚一进203号房内，火辣辣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。李蕊拿起镜子，看到自己通红一片，甚至开始蜕皮的脸，发出一声尖叫：啊！我的脸毁了！李子健和刘小莲连忙脱下裤子查看，还好，就是大片红印，没破皮。蕊蕊，你臭女人，给老子闭嘴！壮汉们小心翼翼地将昏迷的张博文抬到床上，他脚上的伤口还在不断渗血。喂，老头，这小区里有没有医生？有医生。蕊蕊，你的脸有救了。几名壮汉问清地址后立刻冲了出去。半小时后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瘦弱男人被他们架了进来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废话少说，治好我们老大就放你走。203号房内，伤口长时间暴露在低温下，组织已经坏死，想活命，要么去医院做手术，要么就只能截肢。就在这时，床上的张博文悠悠转醒。该死的叶晨，我不杀了他，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一名壮汉凑到张博文耳边低语复述。张博文脸上的愤怒顿时转为惊恐，他下意识看向右脚，只觉一阵天旋地转。医生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截肢，只要你能治好我，我给你大量的食物。办法倒是有，就是残忍了点，没有麻药，我得找把锋利的刀，把那些冻烂的肉全都剔出来。那你帮我割吧，忍着点。汪平用火烤过的水果刀为张博文处理伤口，刀刃刚触到伤处，没有麻药的剧痛便让他浑身剧颤，面目扭曲，只能发出闷哼。手术完毕，张博文已彻底虚脱，浑身湿透。处理完了，那大哥，我的食物，给他一点食物。外面的雪这么大，车都埋了，一时半会儿出不去，以后可能还得麻烦医生，别得罪他。汪平拿到食物，临走时还留下了一支烫伤药膏。等汪平走后，李蕊一边给父母涂药，一边小声嘀咕：爸，我怎么不记得咱们小区里有这个医生啊？对啊，我记得汪平好像是个兽医来着。三人面面相觑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床上昏睡过去的张博文，谁也没敢再出声。别墅内，李清婉依偎在叶晨怀里，看着窗外肆虐的风雪。叶晨哥哥，要是我们能出去打雪仗就好了。不行，现在外面都是我的仇人，说不定就有人躲在监控死角，等着我出门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的生活，必须小心再小心，才能一直享受下去。也是，外面那么冷，还不如在温暖的别墅里待着呢。叶晨哥哥，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比赛做饭，谁输了谁就洗1个星期的碗。行，那你等我一下，叶晨哥哥。李清婉转身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当李清婉再次走出房间时，以一身极具诱惑的猫儿女仆装亮相，令叶晨措手不及。叶晨哥哥，我们开始吧。叶晨看得忘了呼吸，
只能呆滞点头。当李清婉蹲下翻找时，那动人的身姿让他脑中一片空白，彻底忘记了手头的烹饪。叶晨哥哥，你要是现在认输，小猫女仆可以服侍你一整天哦。我认输。欧耶，我赢了！叶晨的心房瞬间失手，一把抱起李清婉，径直走向卧室。别墅里，清晨，叶晨醒来，对身旁熟睡的李清婉微微一笑。他准备好面包、咖啡，端到窗前，一边享用早餐，一边欣赏窗外半米深的皑皑白雪。当初把别墅地基抬高1米，果然是明智之举。别墅里，叶晨回到沙发浏览手机，发现新闻仍在避重就轻地安抚民众。他兴致索然，刷了几个短视频后，旋即点开了已沦为大型交易市场的业主群。谁家里还有多余的食物啊？我愿意拿钱来购买。哥哥们，小妹现在没有东西吃了，只要你们愿意给我食物，我愿意服务你们一次。我这有米，1斤500，要的私聊，别讲价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敢公开售卖自己的食物，是想展示自己的商业头脑，还是想被某些狠人盯上，最后人财两空？小区某房间里阴冷昏暗，众人围着一个简陋的火炉取暖。黄旭的高烧已经退了。爸，我们现在的食物所剩不多了，最多只够吃今天一天。外面我们是出不去了，不过别人那里还有。爹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去抢其他的业主？没错，大田，你们5个留在家里面看家，剩下的人都跟着我一块出去，咱们去采购食物。黄德辉带着人来到一户门前，用力砸门。一个男人骂骂咧咧地打开门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，找点东西，不想死的就滚一边去。手下们冲进屋里，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，只找到了几个土豆和青菜。求求你们给我留点吧！你自己的食物看不好，凭什么怪我？他们来到第2扇门前，无论怎么敲门，始终没有半点回应。以为当缩头乌龟就有用吗？给我砸！楼道里，随着5分钟的猛烈打砸，门锁崩断。黄德辉踹门而入，一个瘦弱男人赫然站在眼前，他手握菜刀，身体因恐惧而不停颤抖。给你刀你会用吗？老大，这是条大鱼啊！他家里有1箱方便面，还有几10个鸡蛋和1包火腿肠。行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被抢了菜刀的男人看着他们转身的背影，面上满是愤怒和不舍。还有王法吗？他猛地爬起，径直冲向黄德辉身后。黄德辉头也不回，反身一脚正中其胸口。业主一惨叫一声，应声倒地。还敢偷袭我们老大，找死！黄德辉没有理会身后的惨叫，带着人径直走出了房门。别墅内，叶晨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看着业主群里乱成一锅粥。哎，物业，有人光明正大抢劫，我的食物全被抢走了，这还怎么活啊？怕什么？我们人多，谁跟我一起去把食物抢回来？算我一个，干死他们！就是，都是男人，怕个鸟！你哥这装什么呢？有种下来，看我不打的你叫爸爸！小崽子，你别嚣张，有种楼下见。杨涛，那个健身教练，一身腱子肉，可惜是肉体凡胎。黄德辉可是有枪的，有好戏看。他起身来到2楼阳台，拿出望远镜和1包薯片，悠闲地坐下。杨涛带着3个手持棍棒的业主在雪地中等候。10几分钟后，黄德辉率领10余名手下浩荡而来。杨涛见对方人多势众，虽脸色一变，仍硬着头皮站在原地。就你们4个，刚刚在群里不是挺能叫吗？再叫一个我听听。少废话，我一个人就能干趴你们全部。杨涛怒吼一声，率先冲了上去，两方人马瞬间混战在一起。杨涛一身肌肉果然不是白练的，转眼就打倒了2个壮汉。就在杨涛愈战愈勇时，黄德辉掏出手枪，枪声过后，现场死寂。只见杨涛眉心中弹，面带惊恐躺在了雪地中。黄德辉枪口转向剩下3人，大哥饶命，我们错了，别杀我们！哈哈哈，刚才不是挺能叫唤吗？再叫啊！行了，别玩了，快点搞完，回去取暖。都起来，带我们去你们家，还有那个死鬼的家。杨涛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雪中，很快被新落下的雪花覆盖。别墅内，叶晨放下望远镜，喝完最后一口可乐。黄德辉公开开枪，这是彻底不装了。这个小区要变成狩猎场，不过只要他们攻不破我的堡垒，就与我无关。不一会，穿着毛茸茸睡衣的李清婉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。早啊，叶晨哥哥。早啊，婉婉。叶晨哥哥，我们中午吃什么？吃烤全羊。好耶。别墅里，完成每日训练后，叶晨与李清婉在客厅烤全羊，两人默契配合，翻转、刷油、撒料。不久，别墅里便充满了诱人香气。叶晨最后切下最嫩的羊肉，打开手机，点开电视剧，一边吃肉一边看了起来。爽！叶晨哥哥，我吃不下了。叶晨正吃着烤全羊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周雨萌的消息。叶晨眉头一挑，拿起手机打字：你那里还有食物吗？我可以拿别的东西跟你交换。我当然还有食物，你说的别的东西具体是指什么？终于撑不住了，只有当对方没有了筹码的时候，谈判才最有利。11304号房内，面对最后一包饼干，饥肠辘辘的周雨萌伸手又想收回，内心无比挣扎。突然，手机传来叮的一声，是叶晨的回复。真是个色胚。犹豫片刻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打字。我是一名化学老师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需求，我或许可以利用我的知识帮助你。我听说你曾经制作了一个炸弹，我对这个很感兴趣。他想让我做炸弹，他到底是什么人悍匪？不过现在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，我确实会做。你想让我帮你制作炸弹，可以，但你得先给我看一下你的食物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别墅内，叶晨看到信息，打开手机录像功能，对准面前滋滋冒油的烤全羊。看到了吗？烤全羊。你现在怎么还能吃得上烤全羊？
这个你就别管了，只要你能帮我制造出一个炸弹，我就可以给你食物。你可以先制作一个，等我的命令引爆，只要在我的视线内看到炸弹的威力，我就给你食物。好，但是我缺少材料，而且我做的炸弹威力可能没你想象中那么大。这不是问题，只要能成功就行。今天晚上你到我的别墅门前，我会把材料放在指定地点，你去拿。好，我现在需要一些，如果能搞到火药，威力会更大。要是真的能制成炸弹，这个女人的作用就实在是太大了。风雪呼啸的深夜，叶晨身着御寒服，在监控中确认安全后悄然出门。他将一袋化学材料埋入雪堆并做好标记，旋即返回温暖的室内。脱衣后立刻联系了周雨萌。东西我放在门口了，过来拿吧。好。别墅内，叶晨打开监控，屏幕自带夜视功能，别墅外清晰可见。十几分钟后，一个高挑的身影出现在监控画面中。这就是周雨萌吗？周雨萌穿着厚厚的棉服，来到别墅5米外停下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他拿出手机给叶晨发来消息：东西在哪儿？我没看到。右边高一点的雪堆，自己找。别墅里，目送周雨萌取物离去，叶晨关掉监控，准备了一顿简单的粥菜晚餐。而此时，李清婉换上的女仆装展露出令人屏息的身子。叶晨哥哥，来喝口粥吧。你再这样，我可就忍不住了。可是叶晨哥哥，人家这几天不方便呢。不过我还有别的办法。吃饭。吃完饭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。叶晨3两口喝完碗里的粥，两人一起走进了房间。叶晨清晨醒来查看手机，发现各大聊天群已是一片混乱。我抓住了一只蟑螂，今天有肉吃了，哈哈哈哈！有没有人知道哪种素的素皮能吃啊？快饿死了！我家就是小卖部，羡慕吗？全体成员，我已将黄旭移出群聊，大家可以放心说话了。有什么用？人还在小区里，他们有枪。杨涛刚被打死，我报警了，电话根本打不通，外面肯定也乱套了。谁带头干他们？我跟上。你傻啊？忘了杨涛怎么死的了？谁带头谁先死。一群乌合之众只敢在群里叫嚣。不过等黄德辉他们吃完了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。我建议大家聚在一起。叶晨家不是住别墅吗？400多平，我们都搬过去，人多力量大，还怕他们？这个老东西贼心不死，又想煽动别人来对付。对啊，别墅大，我们住进去肯定安全。食物也可以统一分配，这样才公平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个人过得挺好，就不劳烦各位了。你怎么这么冷漠？大家都是邻居。就是，你的别墅那么大，住几个人怎么了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道德绑架，想利用舆论逼我开门，天真。对我来说，你们不过是解闷的工具罢了。这时，手机弹出一条私信，是周雨萌发来的。你要的炸弹做好了，什么时候让我试验一下？不急，等我的命令。你最好快点，我只剩1包饼干了，再拖几天，不等实验我就先饿死了。放心，等不到你饿死那天，1个晚上就做好了。这个女人，如果炸弹真的有用，倒是个人才。至于群里那帮废物，连根菜叶子我都不会给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业主群突然弹出一条视频，发布者是群主物业。叶晨好奇地点开视频，视频里黄旭那张嚣张的脸占满了屏幕。听说物业把我踢了，我很不满意。黄旭翻转镜头，画面中业委会的2个大妈和一个大爷双手抱头，正瑟瑟发抖地蹲在地上。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干嘛这么见外呢？所以我决定随机抽个幸运，帮他保管一下家里的食物。接下来看看是谁这么好运吧。视频发出后，群里瞬间死寂。203号房内，张博文躺在沙发上，右脚裹着厚厚的绷带，旁边放着一根拐杖。他和李蕊的脸上都是红一块白一块的烫伤后遗症。我们还剩多少吃的？大哥，剩下的只够我们吃1顿了。只剩1顿了。跟兄弟们说，我们要再次进攻北边那栋别墅。可是老大，我们之前试过了，根本攻不进去啊！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单凭我们当然不够，不过我们可以联合别人。老大，我们去找谁啊？黄旭，昨天杨涛被打死的事，你们也知道了吧？黄德辉父子也在这小区，我们就去找他联手。张博文的手下很快带来了黄旭一行10几人。黄德辉最后身着皮大衣走进房间。哟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？手下的人说他老大认识我，没想到是张少啊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搞成这副鬼样子？这事儿不提也罢。黄老哥，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联手对付一个人。哦，是哪个不长眼的？连张少都敢惹？一个叫叶晨的，他就住在这个小区最北边的那栋别墅里。什么？叶晨？黄老哥，现在大雪封路，食物就是命。我知道叶晨的别墅里囤积了大量的物资，只要你帮我破开他的别墅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对半分。爸，太好了，我们也跟那姓叶的有仇，2家联手，还怕他个王八蛋？等抓到他，我非得把他千刀万剐。你们也跟他有仇？没错，张少，你这个提议很不错，我跟你联手。不过那小子的别墅坚固得很，我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对策。别墅大门最难破，我们不碰。我带人去门口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们趁机砸他家的玻璃或者墙壁。黄老哥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办法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晚上行动。好，我就不信这么多人还破不开他一个乌龟壳。别墅内夜深人静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哎，这游戏也太难了，该洗个澡睡觉了。就在这时，
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发出一连串急促的警报声，有人来了。叶晨皱眉，拿起手机点开监控，只见10几道身影正鬼鬼祟祟地摸向别墅，为首一人身材高大，另一人则拄着拐杖，行动不便。这不是张博文和黄德辉吗？呵，凑到一块儿了，想强攻我的别墅，有意思。张博文对着黄德辉点点头，随即带着几个壮汉来到别墅门前。叶晨，别睡了，有种滚出来跟我们决一死战！你个缩头乌龟，是不是怕了？有种出来单挑！另一边，黄德辉带着黄旭等人悄悄摸到了别墅的窗户下方，上。手下叠罗汉攀上窗口，试图探查，却只摸到一块将窗户完全封死的厚重钢板。老大，这窗户怎么是铁的？什么铁的？他妈的！叶晨把这别墅打造成王八壳子，连窗户都封死了。别急，他就算加了层钢板又怎么样？想办法给我把它撬开。手下们拿出撬棍，却发现钢板与墙体间的缝隙连刀片都插不进去。给我用大锤砸！叶晨站在窗边，只能听到外面传来微弱敲击声，连防弹玻璃都没有丝毫震动。就这点动静，跟催眠曲似的。他听着门外张博文还在持续的叫骂，从异空间拿出一个录音机，录了一段话，随手放在了门口。录音机里传出叶晨懒洋洋的声音：各位辛苦了，大半夜的还来给我免费安保巡逻，不过这噪音有点扰民，我先去洗澡睡觉了，你们继续，加油哦。叶晨，你这个小逼崽子，有种出来，看我不弄死你！张博文，上次给你的教训还没够吗？你还敢来这里，真的是不知死活！我弄死你个龟孙！另一边，黄德辉的手下正轮流用大锤猛砸窗外的钢板。大哥，这到底是什么钢板？我干了这么多年拆迁，就没见过这么硬的。废什么话？你不行就换一个继续。大晚上的谁在嚷嚷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他妈没话了，来来回回就是这几句等等。录音，我竟然在跟一个录音机对骂。另一边，黄德辉的人已经轮换了一遍，钢板上只有一个微不可见的凹痕。他妈的，真是个王八壳子！张博文带着人走了过来。你们这边怎么还没搞定？不行，这玩意儿根本砸不开。第二天清晨，叶晨在别墅内悠闲地吃着早餐，他关掉录音机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昨晚的监控录像。这时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周雨萌发来的消息：昨天晚上你那边动静不小，好多人打着手电筒，你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你可别比我先死了，起码让我吃上一顿饱饭。别墅内，叶晨和李清婉正享用着一桌丰盛的酒席。叶晨哥哥，我吃饱了，要去午休啦。李清婉走后，叶晨独自小酌至下午1点多。突然，手机传来急促警报，他放下酒杯，点开监控，只见10几人正踩着风雪，抬一台沉重机器向别墅走来。又是这帮苍蝇，电锤想得还挺周到，不过想用这个对付我，太天真了。该做点什么，让他们防不胜防又恶心的事情呢？叶晨从异空间取出捕兽夹和鲱鱼罐头，他开窗将罐头丢进雪堆，又把夹子设在旁边，一旦闭合便会刺穿罐头。随后，他关窗坐下，好整以暇的等待。张博文一行人来到别墅30米外，停下了脚步。这小子终于舍得开窗了，今天带了新家伙，看我怎么破了你这龟壳！别急，他昨天就知道我们会来，今天肯定有防备。你们两个去前面探探路。2个手下来到别墅门前，确认安全。大哥，没有危险。黄德辉和张博文这才带着人跟了上去。黄德辉一伙人来到窗台外，警惕地看着脚下。忽然，他看到了雪里半露的几个捕兽夹。就这就是他的对策，也太搞笑了。爸，这陷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，他凭什么占着那么多好东西？行了，把这玩意儿清掉，干正事。一个手下挥舞着武器，猛地砸向捕兽夹，捕兽夹应声闭合，刺穿了旁边埋在雪里的罐头。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瞬间爆发出来。我操，什么味儿啊？怎么这么臭？谁他妈拉裤子了？别墅内，叶晨通过监控看着外面面面相觑的黄德辉等人，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。这效果比我想的还好，虽然没什么杀伤力，但恶心人是1等1的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你们还能继续吗？要不要再给你们加点料？别墅外，一个手下捏着鼻子，用2根手指嫌恶地夹起一个被压扁的铁罐，一股股浑浊的绿色汤汁从铁罐破口处滴落下来。大哥，我知道臭味是哪来的了，这捕兽夹上面绑着鲱鱼罐头，还捏着干什么？快给我扔到一边去！他妈的，叶晨这个王八蛋，竟然用这种阴招！寒风一刮，恶臭瞬间扩散到另一边。正在门口叫骂的张博文闻到味道，扶着墙就开始狂吐。你们那边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没什么，被叶晨这小子给摆了一道。你们下次办事能不能注意一点？我昨天吃的泡面全吐出来了。行了，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只要我们用电锤把这玻璃砸破，就有吃不完的食物。是啊，大家加油啊！你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干活。这就受不了了，该给你们上点猛料了。他从异空间翻出一个脸盆大的巨型鲱鱼罐头，瞅准黄旭等人接近窗户的间隙，叶晨猛地开窗，趁对方愣神之际，用力将罐头砸向人群。别墅外，黄旭等人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飞来，就下意识挥动武器砸了他。罐头在半空爆开，汁液与烂肉如雨般倾泻，覆盖10米范围。黄旭等人被淋个正着，连稍远的张博文也未能幸免。比之前强烈100倍的恶臭顷刻间弥漫开来。我受不了了，恶心死了。别墅内，叶晨迅速关窗隔位，面对窗外众人的狂怒，他淡然一笑，按下遥控，厚重的钢板顷刻落下，隔绝了内外。妈的，就算再臭，
今天也必须把叶晨家的别墅给破了。话音未落，弥天涌上的恶臭让他再次发出一声干呕，其余人也跟着生出了应激反应。都快点给我动手！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钢板给打碎，到时候叶晨交给你们处置，想怎么折磨就怎么折磨。众人眼中凶光再现，他们无视满身恶臭，合力抬起沉重电锤，以叠罗汉方式送至窗前。随着插线板连接的长线通电，电锤发出刺耳的嗡鸣。别墅外，最上方的一名壮汉正举着电锤，猛烈地砸向窗外的钢板，火花四溅，钢板剧烈震颤。只要能破开，里面的东西就都是我们的。快点，再加把劲儿！别墅内，叶晨戴着耳机打游戏，但刺耳的摩擦声依旧穿透而来，让他烦躁地皱起眉头。真是没完没了了，这噪音太影响我打游戏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周雨萌发来的信息。你家门口怎么了？我又看到那伙强盗了，他们好像在破坏你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下楼取雪烧水，看到他们用一根根插板连着电，插头就在我不远处。你不是没吃的了吗？帮我个忙，晚上我先给你些食物。什么忙？去把插板拔了。真的吗？那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食物，我就帮你。没问题，倒是挺果断。不过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也正。几秒钟后，窗外刺耳的摩擦声戛然而止。叶晨看向监控，只见靠近居民楼方向的那个小黑点已经消失不见。总算可以清静一会儿了。别墅外，电锤声突然停止，众人都是一愣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停了？老大，好像没电了。不可能，现在还没到断电的时间。你过去看看是不是插头出问题了。那名手下应声朝着居民楼的方向跑去，不到10分钟，他又飞快地跑了回来。大哥，插板松了，我已经插好了。继续。电锤又一次砸向钢板，然而仅仅工作了几分钟，电锤就再次停止了运转。该死的，这回真断电了。没事，你看已经有效果了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早晚能破开。众人凑过去一看，果然发现了一个极其细微的凹痕，顿时又燃起了希望。现在先回去。其余人也纷纷被勾起了反应，一个个捏着鼻子，互相嫌弃地拉开距离，狼狈地朝居民楼走去。别墅内，叶晨摘下降噪耳机，伸了个懒腰，打开监控，回放着张博文等人用电锤无功而返的画面。钢板上只多了一个微小的凹痕。明天还想来，嗡嗡嗡的跟个苍蝇一样，真烦人。看来还得让周雨萌帮忙。这时，李清婉打着哈欠从房间走出，坐到叶晨身边，靠在他怀里。叶晨哥哥，说好今天陪我追剧的。行，陪你看。别墅里，叶晨打开电视，两人依偎着看了起来。夜色渐深，8点了，想吃什么？羊排盖饭怎么样？李清婉羞赧地点点头。一顿丰盛的晚餐后，叶晨的手机响了，屏幕上是周雨萌发来的消息。手机屏幕显示聊天记录。你承诺的食物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现在去哪里拿？差点忘了，唉，温柔乡是英雄种啊。叶晨从一空间拿出压缩饼干、矿泉水，想了想，又把最后几块羊排也放了进去。他将东西放在老地方后，回到别墅，给周雨萌回复了消息。食物的位置在上次你取材料的地方。周雨萌的住所。周雨萌面前燃着一小堆炭火，他正小口啃着最后半块饼干。手机叮咚一声，他看到叶晨的消息，眼中瞬间迸发出光彩。终于来了。他迅速穿上厚棉服，悄悄打开门。就在他离开时，旁边邻居的门悄悄开了一道缝，一个人头探出来看了一眼，又迅速缩了回去。别墅外，周雨萌熟练地找到雪中物资，手机光下，压缩饼干和水之外，赫然还有3块羊排。他愣怔一瞬，便抓起一块塞入口中，狼吞虎咽。吃完羊排，他拿出手机，谢谢你的羊排，你应得的。周雨萌将剩下的食物紧紧揣进怀里，转身朝居民楼走去。周雨萌刚到家门口，旁边邻居的门突然打开，一个身材消瘦的男人走了出来，满眼贪婪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在外面藏了吃的？关你什么事？有吃的就快交出来，不然我杀了你！王磊说着就伸手抓向周雨萌。周雨萌向右一闪，从怀里掏出水果刀，毫不犹豫地向前挥去，刀锋划破了他厚实的棉衣。周雨萌趁机打开房门，闪身进去，迅速反锁。啊！臭娘们，敢拿刀捅我，快给我开门！周雨萌对门外的怒骂充耳不闻，用柜子抵死大门。他坐到火炉边，小口啃着剩下的半块饼干。第二天中午，叶晨从温暖的被窝里醒来。王婉，起床吃午饭了。叶晨哥哥，让我再睡会儿吧。叶晨笑了笑，独自起身走出房间。叶晨从一空间拿出全家桶和冰可乐，打开了手机。业主群里彻底乱了，全是乞讨食物的信息。接着几条私信弹出，有女业主发来性感照片。小哥哥，给点吃的吧，给你看点更刺激的。我要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手机警报大作，监控显示张博文等人扛着电锤走来。叶晨立刻联系了周雨萌，接着做昨天的事，再给你些食物。恐怕不行，我被邻居堵门了。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窗外再次传来刺耳的电钻声。叶晨看了一眼监控，见所有人都围在窗边，门口无人看守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进来，我就给你们开个门。他从一空间拿出一把弩箭，走向大门。别墅外，众人忍着身上的恶臭，正合力举着电锤猛砸钢板。兄弟们，加把劲，破开这龟壳，里面的食物和女人就都是我们的。就在这时，一支弩箭破空而来，精准地射中了一个壮汉的大腿。啊，我的腿！别墅外，众人纷纷回头，只见别墅大门敞开，叶晨正站在门口，手中举着弩箭。叶晨，张博文扔掉拐杖，
一瘸一拐地冲向叶晨，没2步便摔倒在雪地。叶晨举弩欲射，却瞥见黄德辉正摸向腰间，他当即放弃攻击，果断退回别墅，关紧大门。可惜了，都他妈愣着干什么？回来继续砸，马上就破开了。张博文被人扶起，他死死盯着大门，眼中满是杀意。别墅内，叶晨将弩箭放回异空间，坐在沙发上。外面太危险了，看来不能再出去了。不过不出去，不代表我不能陪你们玩玩。叶晨斟上一杯红酒，来到2楼，他升起窗外钢板，随后启动了别墅外的扩音喇叭。别墅外电锤的噪音中，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四周：加油啊，各位！照这个速度，再干个1年半载呢，应该就能进来了。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2楼的防弹玻璃后，叶晨正端着一杯红酒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。为你们的努力干杯！操，他在羞辱我们！叶晨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我他妈先送你上路！黄德辉脸色铁青，猛地从腰间拔出手枪，对准2楼的叶晨，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击中玻璃，但只留下一个细微的裂痕。别墅内，叶晨面不改色，又给自己倒了点红酒。别这么快就气急败坏，我很想在我的别墅里见到你们。别理他，我们加把劲儿，继续干！都他妈愣着干什么？继续砸！嗡嗡的电锤声再次响起。妈的，凭什么他能喝红酒，我们就得在这儿挨饿受冻？等破开别墅，我也要喝红酒，再狠狠折磨这个叶晨。一个手下带着一个身材消瘦的男人走了过来。老大，这人叫王磊，说有小小告诉我们。有屁快放！大哥，昨天停电是我隔壁那个贱人干的，他肯定跟这别墅的主人是一伙的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大哥，他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检查过插头好好的，后来突然就松了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拔的。行了，回头找人把那个捣乱的做了，别来烦我。妈的，本想跟着混口饭吃，居然瞧不上我。别墅内，叶晨通过监控看着这一切，手机响起，手机屏幕显示聊天记录。我准备出去了，食物的交易还算数吗？你不是被堵门了？堵我门的人去你那儿告状了，我只能帮你这一次，不然他们会来杀我。告状的人叫什么？王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大胆去做，我们的约定还奏效。别墅外，确认了告密者的名字后，叶晨打开了别墅的扩音器。王磊，你现在还不动手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承诺给你的食物已经够多了，别不识好歹。正在砸墙的众人动作一致，齐刷刷的将目光投向了黄德辉身旁的王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啊，我跟他不是一伙的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好啊，王磊，没想到你这么贪得无厌。先把他给我抓起来搜身。2个手下立刻上前，将王磊死死按住，在王磊口袋里摸索，掏出一把匕首扔在地上。老大，他口袋里有把匕首。冤枉啊，这刀是为了对付我邻居的，不是对付你们的。带走，别打死了就行。王磊被2个手下像拖死狗一样拖走。行了，接着干活。老大，好像又没电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2个再过去看看。2名手下跑向远处，10分钟后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老大，我们的一个插板被人从中间切开了。果然有人在暗中搞鬼，肯定是叶晨的同伙。该死的，我们先回去。一行人只能不甘心地朝着居民楼走去。别墅内，叶晨看着监控里众人狼狈离去的背影，手机响了。我把他们的插板破坏了，短时间内他们应该没法再来烦你了。知道了，食物还是老地方，你觉得安全了就去拿。待黄德辉等人从监控中消失，叶晨穿上棉服，拿上一桶泡面和火腿肠，他开启隐身状态，飞快地将食物放入雪堆，随即返回别墅换回睡衣。此时，李清婉揉着眼从卧室走出。叶晨哥哥，我有点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吃什么都可以，看你想给我吃什么。好。叶晨哥哥，我姨妈走了，今天……叶晨微微一愣，随即眼中光芒大盛。晚饭时分，叶晨准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和高档红酒。李清婉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美艳动人，看向叶晨的眼中满是爱意。周雨萌的住所里，周雨萌掀开窗帘看了一眼夜色，决定今晚不出去拿食物。黄德辉那伙人说不定就在外面等着我自投罗网。他将一个沉重的柜子推到铁门前，死死抵住。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和几道男人的声音：“你给我老实点。”是啊，各位大哥，我说的就是他，那个剪断你们插板的女人，就住着，长得可漂亮了。呵呵，这小娘皮说不定是叶晨的相好，敢多管闲事，看我们今天怎么教训他！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点给我出来！周雨萌家里，周雨萌紧握水果刀，冷冷地盯着门口。门外的人开始疯狂撞门，门框剧烈颤抖了近半小时，声音才终于停止。该死的，这女人竟然不开门！没事，老大说了，我们就在这儿守着，等他饿得受不了，肯定会自己滚出来。周雨萌安静地坐在床边，拿起一块压缩饼干，小口地咀嚼着。看来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了，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恐怕只有叶晨的别墅，但他真的会让我进去吗？次日清晨，叶晨醒来，为身旁熟睡的李清婉盖好被子后走出房间，打开手机，发现已是中午12点。突然，手机警报响起，监控显示张博文一伙人再次来到别墅门前大声叫嚣，但此次未带电锤。叶晨，快点开门！你的老相好已经被我们围住了。你也不想他出什么事吧？只要你打开别墅的门，我就保证放了他。是啊，那女人长得是真漂亮啊，我都忍不住想下手了。我的老相好李清婉不还在睡觉吗？哦，他们说的是周雨萌。叶晨拿出手机给周雨萌发去信息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自己家，王磊和黄德辉的手下守在门口，他们已经发现是我断的线了，
从昨晚一直守到现在。你有把握冲出来吗？要是你能到我的别墅附近，用你做的炸弹丢向黄旭他们，我可以考虑让你进来。我找机会试试，如果能活着到你那儿的话。这事因我而起，但他既然答应了交易，就该想到后果。不过他的能力确实有用，也该是时候把这些烦人的苍蝇一次性解决了。周雨萌看到叶晨的消息，悄悄拉开窗帘，见王磊正谄媚地与阿天交谈，而阿天盯着他的房门。他将自制炸弹塞进挎包后，开始挪动堵门的柜子，声响立刻惊动了门外的人。臭女人，在里面搞什么鬼？快给我开门！周雨萌，开门吧，只要你听话，什么都好说。我快饿死了，你们能给我一点吃的吗？终于忍不住了，快点开门，我保证给你食物吃。好，那我开门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拧开了门锁。王磊迫不及待地探身进来，周雨萌手中匕首毫不犹豫地刺入王磊腹部，连捅3刀。你！对方猝然倒地，阿天骇然色变，急忙去抓钢管。周雨萌以挥刀劈来，阿天躲闪不及，摔倒在地，腿部受创，鲜血淋漓。周雨萌趁势脱身，迅速消失在楼道中。臭娘们，你跑不掉的！别墅客厅，叶晨听着监控里张博文等人的叫嚣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传来提示音：我已经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找机会把炸弹丢过去吗？没错，有点本事，居然真能从2个人手里跑出来。叶晨目光在监控画面中不断搜索，几分钟后，一个黑点从远处的居民楼走出。让我看看你做的炸弹威力究竟怎么样。周雨萌前行至叫骂的人群后方，毅然点燃炸弹之处。当冒着火花的炸弹滚入人群，只有黄德辉和张博文意识到危。剧烈的爆炸发生，火焰气浪将众人掀翻，待硝烟散尽，雪地上留下几具焦尸。我的腿！张博文本就伤残的腿被火焰吞噬，露出森森白骨。黄德辉拽着黄旭扑倒在地，后背却已燃起大火。我的背！救我，好烫！快扶着我走，离开这！手下们架起黄德辉父子，慌忙逃窜。张博文只能在雪地里哀嚎，最后被他剩下的2个手下如同拖死狗般脱离。别墅内，叶晨看着监控画面中的惨状，神色没有一丝波澜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周雨萌躲在松树后，脸上神色复杂。他走到别墅右侧，从雪地里扒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桶泡面和一根火腿肠。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如果我不动手，死的就会是我。叶晨正通过监控看着周雨萌的一举一动。李清婉从房间走出，投入叶晨怀中。叶晨哥哥，你在看什么？是周老师，他来了。敲门声响起，客人来了。那我去迎接一下吧。别墅门被打开，李清婉面带笑意地站在门内。欢迎你。周雨萌入门后，暖流立刻驱散了她的寒冷。当看到室内明亮的灯光和角落的空调时，她脸上写满了震惊。这怎么可能？现在不是早就停电了吗？我们家里一直都是这样的啊。怎么了？我是叶晨，我们聊过，欢迎你来我的别墅。周雨萌点点头，陌生又警惕地打量着他。叶晨将李清婉拉到身后，抬手间，一把弩箭凭空出现，对准了周雨萌。周小姐，为了安全，我建议你把危险物品都放到地上。周雨萌没有犹豫，取下挎包，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在地上，一把沾血的水果刀，一支口红和一瓶面霜。把你的衣服也脱下来吧。我身上就只有这些东西了。叶晨手中的弩箭纹丝不动，周雨萌只能拉开最外层羽绒服的拉链，缓缓脱下，直到只剩下薄薄的秋衣秋裤。这样够了吧？再让我搜一下身。让你身后的女人来搜，你在一边看着。行吧。叶晨哥哥，他身上没藏东西。你跟我来，我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周雨萌连忙抱起自己的衣服，跟了上去。叶晨将周雨萌带至3楼，这里的走廊装有全方位监控。最里面的房间内陈设十分简单，只摆放着新床、床头柜和桌椅。这里有点简陋，你凑合住吧。你没在房间里面安装摄像头吗？如果你想让我装一个，我不介意。1楼有淋浴间，你先去洗个澡，换身干净衣服。今天还没吃饭吧？洗完下来吃饭。我顺便跟你交代一下住在这儿的规矩和你需要做的事情。别墅餐厅，叶晨在餐桌上放好全家桶，静静等候。他已提前将别墅内所有锋利物品锁进3楼仓库。半小时后，周雨萌洗漱完毕，换上李清婉准备的睡衣，走出浴室。这里竟然这么暖和。过来吃吧，给你准备的。周雨萌拿起一个鸡腿，就狼吞虎咽起来。吃饱了就该谈谈规矩了。住在这里不是免费的。我明白，这是交易。第一，1楼是我的生活区，没事不要下来，你就待在3楼的房间，书房的书可以随便看。第二，你的任务就是制造炸弹，材料我会提供，但你制作的时候我必须在场。没问题，我不是傻子，能在这里吃饱穿暖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希望如此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周雨萌走后，李清婉坐到叶晨身边。叶晨哥哥，你觉得周老师长得好看吗？还行。真没意思，陪我打游戏去。好。游戏间隙，叶晨拿起手机，点开了业主群。群里不再是哀嚎求实，而是异常的亢奋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黄德辉那伙人被炸得半死不活，他们现在肯定没什么力气了。对，就是现在，轰打落水狗的时候到了。谁跟我一起去，把他们抢走的食物都抢回来？想去的楼下集合。我去。算我一个。有意思，看到黄德辉他们重伤，就想起来反击了。只要别来招惹我，你们想干什么都行。不过他们应该没这个胆子。黄德辉父子和仅剩的3个手下拖着重伤的身体逃回房间，两人后背的衣服已被烧光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关门。他借着旁边的落地镜看到了自己背上的伤势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药，我们还有没有药？大哥，没了。爹，我记得这楼里有个医生，
不过他好像是个兽医。管他妈的是兽医还是人医，快把他找过来。爹，我带你们去找。几人互相搀扶着，再次打开房门，朝着楼道走去。居民楼走廊中，黄德辉和黄旭等一行人就迎面撞上了一伙兴冲冲的男人。看，就是他们，黄德辉那伙人。哈哈哈，黄德辉，听说你们被炸得半死不活，快把食物都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欺负老弱病残。黄德辉眯起眼，嘴角勾起不屑的冷笑，缓缓掏出手枪，打开保险，对准叫嚣者，一声枪，子弹精准射入其眉心，三人应声倒地。啊，杀人了！都他妈别动！爹，最左边那个就是这里的兽医。你给我过来！啊，我！枪口之下，汪平被迫就范，旋即被黄德辉的手下控制。与此同时，另外2个手下将匕首挥向呆立的业主，惨叫声与鲜血顷刻弥漫。一旁的汪平吓得失禁，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正好拿你们来立威。汪平的住所，黄德辉和黄旭赤裸着上身，趴在沙发上。汪平正用镊子颤抖地为他们清理着伤口上的血痂。大哥，我这只有些烫伤药，只能先简单处理一下，防止感染。死不了就行，去把他家能吃的东西都找出来。大哥，我已经帮你们治伤了，你们不能这样恩将仇报啊！王医生，别激动，你的技术不错，以后就跟着我，我保你饿不死。汪平看着空空如也的米袋，再看看黄德辉手中冰冷的手枪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最终屈辱地点了点头。很好，以后我们就住这儿了，去把我们那边的东西都搬过来。很快，手下们将物资搬了过来，在客厅点燃了火炉。爸，都怪张博文那个废物，要不是他怂恿我们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哼，一个花架子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等我们伤好了，第一个就拿他开刀。叶晨穿着棉服，手持弩箭走出别墅，将一具具焦尸收入异空间。正当他处理最后一具时，异空间却无反应，那尸体骤然睁眼盯向他。叶晨面无表情地后退一步，举弩便射，箭矢精准没入眉心，目标当即毙命。怪不得收不进去，原来是没死透。他大手一挥，将这具真正的尸体收进异空间。别墅客厅，叶晨换上舒适的睡衣，从冰箱拿出一瓶可乐，坐在沙发上，打开手机，点开业主群。完了，去找黄德辉的那几个人全被干掉了。照片你们看了吗？太惨了，黄德辉有枪。这帮畜生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，再组织一波人。哥哥们加油，成功了分我点吃的就行。一群蠢货，重伤的黄德辉都打不过。203房间内，张博文躺在床上，整条右腿血肉模糊，已经彻底废了。李蕊一家3口缩在角落，吓得瑟瑟发抖。2个幸存的手下也浑身是伤，不知所措。啊，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去给我找医生，快去！2个手下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。李蕊3人看着床上痛不欲生的张博文，眼中满是恐惧。蕊蕊，他们人走了，咱们也赶紧离开这儿吧。对，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们离开这儿又能去哪呀？蕊蕊，不是妈不看好他，他现在都成这个鬼样子了，我们继续跟着他，早晚得饿死。你这么漂亮，再跟叶晨联系一下，说不定他一心软，就让我们去他别墅了呢。你妈说的对啊，蕊蕊，跟着张博文就是死路一条，这次就算爹妈求你了。行吧，我现在就给叶晨打电话。张少，别怪我心狠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爱情，只是各取所需。现在我得为自己活下去。李子健和刘小莲顿时面露喜色。李蕊拿着手机走到一旁，拨通了叶晨的电话。别墅卧室内，叶晨话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叶晨看着手机屏幕上李蕊的名字，眉头一皱，直接拒接。下一秒，电话又打了过来。李蕊，你要干什么？叶晨，我错了，我承认我当时被张博文的钱冲昏了头脑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最爱的人一直是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想和我爸妈过去跟你住在一起。这家子吸血虫，张博文废了就想来吸我的血，真以为我还是上辈子那个蠢货？行啊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只要你愿意带着你爸妈到我家别墅门口来跪上1个小时，我就接你们进来住。叶晨不等李蕊回应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开启了飞行模式。蠢货，还想用花言巧语骗我？你们要是真敢来跪，我就做个大善人，送你们一家去地府投胎。张博文的2个手下捂着伤口，来到汪平家门口，用力敲门。汪医生，开门啊！谁呀？想干什么？汪医生，是我们，张博文大哥的手下。您之前还给我们治过伤呢。我们大哥伤得很重，快不行了，求您救救他。大门打开，2个打手看清门内的人后，笑容瞬间凝固。黄德辉正举着手枪，枪口对准他们，脸上挂着一丝冷笑。黄哥，别开枪，咱们好歹也算合作过。来找汪平治病。是，我们老大躺在床上痛得快死了，我们得赶紧把医生请回去。不急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汪平现在是我的人了，想让他去给张博文治病，可以，得拿点报酬来。黄哥，您先让我们见见汪医生行吗？不信，汪平大哥，您叫我。我们信了。黄哥，您到底要什么报酬？你们那儿剩下的所有食物都给我拿过来。黄旭就从屋里兴冲冲地跑了出来。爹，我记得张博文身边还有个妞，长得不错，不如把她也要过来，给兄弟们泄泄火。不错，就这2个条件，食物还有那个女人，少一样，你们就回去等死吧。
不准讨价还价。好，我们答应。你们两个跟着他们去，先把东西带回来，我再派汪平过去。两个打手带着黄德辉的手下回到了203房间，他们径直走到床边，对着床上哀嚎的张博文说明了情况。答应他的要求我都答应，快去把医生给我请过来。好啊，李蕊，你不是想走吗？我成全你。得到命令，黄德辉的手下立刻走向橱柜，将里面的食物洗劫一空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们的食物。住手，放下！黄德辉的一个手下不耐烦地转身，一脚将两人踹倒在地，另一个手下则嘿嘿坏笑着，径直朝李蕊逼近。203房间内，尽管李蕊奋力挣扎，可依旧无法挣脱两个黄德辉手下的钳制。臭婊子，老实点，不然等会有你好受的。李蕊猛地扭头，怨恨地死死盯着床上的张博文。一个情人罢了，等这场灾难过去，这种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。看着李蕊被带走，李子健和刘小莲不顾一切地朝门口跑去。你们放开我女儿！想去哪？给我滚回去！张博文手下一脚踹翻李子健，接着又一拳打倒刘小莲。再看就把你们的腿给打断！他关上铁门，拖过一旁的鞋架，死死抵住门。老大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把他们两个老东西先给我绑了，我们没有食物了，如果找不到新的，就只能先吃腊肉了。张博文手下瞬间领悟，从柜子里翻出绳子，走向墙角瑟瑟发抖的李子健和刘小莲。别墅内，下午5点多，叶晨和李清婉准备晚餐。餐桌上，青椒炒肉、麻婆豆腐、上双青菜和一个玉米排骨汤已经摆好。在枯燥的日子里增加点仪式感，才不会感到无趣。叶晨哥哥，我们等周老师一起吃吧，你快点让他下来嘛。叶晨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：下来吃饭吧。周雨萌从楼上走了下来，略微有些拘谨的在餐桌对面坐下。好了，人到齐了，吃饭吧。李清婉向周雨萌友善一笑，开心的吃了起来。周雨萌飞快的扫了两人一眼，看到他们亲密的互动，眼神闪过一丝复杂，随即低头安静吃饭。原来他不是一个人，这样也好。餐桌上菜肴丰盛，叶晨和李清婉都盛了满满一大碗饭，而周雨萌却只盛了小半碗，几乎只吃饭，不怎么夹菜。吃饱了。周雨萌尴尬一笑，有些犹豫，不敢多吃，不确定叶晨这里到底有多少食物。一旁的李清婉看不下去，直接拿过他的碗，盛了满满一碗饭。哎呀，你吃这么点怎么行？快吃吧，我们家不缺吃的，半夜饿了可没夜宵哦。谢谢，你刚刚说制造炸弹的事，只要材料足够，我就能一直做。那你能制作出威力更大、引爆时间更快的炸弹吗？他的炸弹威力比手枪还大，要是能升级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威力更大的可以，但材料要求会很苛刻，需要一些化学成分。叶晨在一空间里搜寻片刻，发现并没有他说的那些材料。那就先做普通的。你一天能制作多少个？一天大概能制作1颗。这样吧，明天周一，你每周交给我3颗炸弹，没问题吧？我还以为他会让我每天都做一个，他居然没有往死里压榨我。没问题。叶晨从别墅地下室的材料中凑够了3份，拿了上去，将材料递给周雨萌。这是3份的量。别墅客厅，周雨萌吃完饭，本想回房，却被沙发上看剧的李清婉拉住。周老师，别急着走呀，陪我一起看会儿电视呗。别墅内，周雨萌只好坐下。叶晨点开业主群，一个视频赫然映入眼帘。画面中，李蕊正被拖行，黄德辉在门口冷笑。视频戛然而止，叶晨立刻看向下方的回复：我靠，这不是李子健他闺女吗？怎么被黄德辉的人给抓了？不清楚啊，看着好吓人，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了。有哥哥保护我吗？我愿意无偿奉献我的一切。这些人的同情心早就被饿没了。不过黄德辉和张博文不是一伙人吗？李蕊怎么会用抓的？有意思啊。别墅客厅，叶晨的手机响起一个陌生号码，他本想挂断，但电话固执的又打了过来。你谁啊？哈哈哈，叶晨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黄旭，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。叶晨，你别得意，你那个前未婚妻李蕊现在可在我手上，今晚她就是我的玩物了。哈哈哈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叫骂声和挣扎声。就这，你还是那么天真？叶晨，救救我，我不是自愿的，只要你救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清脆的巴掌声。臭婊子，谁让你说话了？实话告诉你，是张博文把你卖了，换他自己的命。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。李蕊，我出不去，但只要你能活着走到我别墅门口，我就救你。叶晨说完，直接挂断电话，拉黑号码。沙发上，李清婉和周雨萌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剧，丝毫没有被影响。嘿，是不是该睡觉了？才几点啊，叶晨哥哥？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睡了。目送周雨萌上楼后，叶晨一把将李清婉横抱起来，走向卧室。汪平的住所卧室内，黄旭逼近缩在床角的李蕊，眼中满是暴虐。李蕊头发散乱，但她没有求饶，只是死死地瞪着黄旭。你以为叶晨会来救你？做梦！不如乖乖伺候好我和我的兄弟们，我保你活命。不说话是吧？行，我就把视频拍下来，发给叶晨，发给整个小区的业主看。要，那就乖乖听话。黄旭准备就绪，然而5分钟后，他脸色巨变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黄旭失魂落魄地走出房间，门外几个手下正一脸期待。黄旭脸上闪过一抹疯狂，猛地冲上前揪住他的衣领，说：“究竟是不是你干的？”黄少，您在说什么？黄旭强行将汪平拽进另一个房间，关上了门。我受伤时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药？
为什么我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给您用的都是正规药品啊，虽然是给宠物治病的，但给人用应该也没什么大碍吧？皇少，您别冤枉我，有没有可能是您自己的问题？黄旭强忍怒火，踹门而出。汪平惊疑地翻出那瓶消炎药，看到瓶身人类误用可能导致不举的副作用说明后，脸色骤变，慌忙用指甲将说明刮花。完了，这药黄德辉他们所有人都用过，这不等于我把他们全都给淹了？清晨，别墅餐厅餐桌上摆着小笼包和白粥。叶晨哥哥，我喂你吃。坐在对面的周雨萌抬头看了一眼，默默低下头喝粥，眼下带着一抹淡淡的黑晕。昨晚下楼，居然撞见他们两个在客厅，害得我连澡都没洗好。虽然有1周时间，但炸弹最好在前3天内完成。叶晨清空3楼的客房，用试管烧杯为周雨萌布置好实验室。周雨萌戴上手套，熟练地开始操作，动作倒是挺专业，看来没少做，不过真没意思。叶晨悄悄拿出手机，调成静音，点开了本地的一个闲聊群，群里哀嚎一片。一条新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救命啊！我在滨江小区附近工地的建筑工冲进我们小区抢东西杀人，好几个人都死了。兄弟自求多福吧，我也快饿死了，帮不了你。大老爷们儿怕什么？直接跟他们拼了！滨江小区离这里不到300米，看来混乱已经开始蔓延了。叶晨很清楚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末日灾难会越来越多，极寒、霜冻、酸雨会一波接一波的接踵而来。黄旭等人也不过是些小虾米，到了后面，那些生存下来的人会越来越疯狂。而他的别墅堡垒就是所有人的目标，想要稳如泰山的度过末日，那么他就要吸纳更多类似周雨萌的人才，开启火种计划。